还没死就给自己烧了1000亿冥币和贡品，只因我穿书了，知道3天后全球诡异降临。普通人会被强制拉入一个个诡异副本中，只有利用规则才能存活。届时冥币将成为惊悚世界里唯一的通用货币，而此刻烧掉的所有东西，在末世降临之后，都将变成只属于我的食物。做完这一切，我回到租住的公寓里，再没出门。因为《惊悚降临》这本小说里提过，末日降临当天，如果待在家里，会有1/3的概率进入甜蜜的家副本。甜蜜的家为1人副本，难度低。副本奖励有概率拿到诡异道具，但如果出门，则大概率进入多人副本。多人副本难度高，而且无法避免遇到作死的队友。出门死亡率高于在家。午夜12点到，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一团白烟，白烟中漂浮着许多小卡片。我抬手，白烟里的小卡片纷纷往我手心飞来。那是一张天地银行卡以及数百张贡品卡。天地银行卡和我的生辰八字绑定，我用指尖触碰，脑海中就浮现出了银行卡的余额。有钱的感觉可真好。贡品卡分为好几种颜色，我暂时不知道这些颜色意味着什么，但卡片正面的图片就是我前2天所烧的贡品。前天烧的那对纸人，在卡片里变成了身穿古装的年轻人。卡片最下面用一行小字写着：用1滴鲜血或者支付10冥币可以使用。1滴鲜血听起来不算什么，但是要伤害自己的身体，果断 pass。至于10冥币，自己烧给自己的贡品，竟然还要收费才能使用，坑我呢！我拿着天地银行卡，心里想着10冥币，10冥币便出现在我的手上。我将一张画着古代女子的贡品卡抛出去。一位容貌秀丽的女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她也是诡异。你的能力是什么？我的名字叫做双喜，生前是一位大户人家的小丫鬟。你是我的主人，我不会伤害你，你可以相信我所说的话，但我无法保证我的判断是正确的。你可以保护我，我会尽我所能，但在其他诡异的领地，我是弱小的。那你会伤害其他活人吗？我可以按照主人的要求行动。这个意思是，如果我让他去伤害活人，他就会伤害活人。诡异也分强弱，他们有独立的思想和判断，也有自己必须遵守的规则。原则上，不同的诡异之间不会互相伤害。诡异会伤害活人，除非和活人签订契约，或者本身就隶属于活人。或许我可以借助这个双喜来了解诡异到底是何种存在。诡异拥有感情吗？应该是没有的。他用了应该这个词，这是不肯定的答复。那这些卡片，你知道它们分别的用途是什么吗？还说诡异没有感情，刚才双喜那反应分明就是震惊。我不了解他们的用途，双喜只知道一个人控制这么多诡异是非常强大的存在。我的记忆只仅限于自身，我刚刚苏醒，在此之前对其他诡异没有记忆。看来贡品的用途只能靠我自己去摸索，但根据原书中的记载可以确定，贡品忠诚于所有者，所以面前名为双喜的丫鬟不会对我说谎。你的规则是什么？我的规则只有贡品卡破碎后才生效，随着我的意念，贡品卡可以出现和消失。我收起其他的物品卡，这时房间突然发生了变化。主人，我们踏入副本了。原本的单身公寓变成了3室1厅的精装房，房间窗帘紧闭，墙壁上的钟显示早上8点。客厅的背面挂着一张全家福，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对中年夫妻，他们正在专注地看电视，而电视屏幕里一片雪花，什么都没有。阳台上，一个老太太坐在轮椅上，闭着眼睛。我的手中出现一张泛黄的便签条，欢迎来到甜蜜的家，这是一个幸福大家庭。为了确保平凡的生活继续下去，请您务必遵守以下规则，扮演好自己女儿的角色，如果违反，后果自负。甜蜜的家规则上：1，请记住，你是妈妈的好女儿，妈妈太爱你了，爱是没有错的，哪怕方式不太对。2，爸爸为这个家付出许多，不要拒绝爸爸，爸爸压力很大，如果拒绝，可以找妈妈撒娇。3，你是一个好孩子，好孩子不可以早恋。4，家里不允许养宠物，妈妈厌恶宠物，尤其是猫。5，奶奶需要休息，不要打扰她。6，你需要在书房上网课，上课时间为早晨9点30分到12点，下午14点30分到晚上5点。上网课期间需要保持安静，其余时间家里没有书房。7，如果你不想见到他们，可以进卧室将门反锁，他们不会打扰你。8，弟弟很调皮，如果弟弟打扰奶奶，记得制止。规则受到污染，主人要保持清醒的认知，如果主人被污染严重，我可以帮主人一次。因为房间有人，我没有说话，只是点头。此时，中年夫妻齐刷刷地转过头，看向我的方向。妈妈对我招了招手：“宝贝女儿，离上网课还有一段时间，过来和妈妈一起看电视。”爸爸没有说话，按照规则表面的说法，可以判断出妈妈的危险性比爸爸要小。便签条上写的是
甜蜜的加规则上，这就意味着还有规则下没有拿到完整的规则，就面临着未知的危险。爸爸妈妈好似只能看见我，看不见双喜。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电视屏幕里什么都没有。见到我坐过去，妈妈露出笑容，爸爸眉头紧锁。半个小时后，我站起来对着爸爸妈妈说，还有1个小时我就要上网课了，我想先回卧室复习一下昨天的课程。爸爸的眉头终于舒展开了。小孩子就应该多读书，没事的时候少看电视，不读书的小孩是没有出息的。如果学习成绩不好，那生小孩还不如生个叉烧包。学习别太累，学的时候好好学，玩的时候开心玩。爸爸妈妈说的对，一共3个卧室，一间灰色的，一间粉色的，一间蓝色的。灰色的房间挂着爸爸妈妈的结婚照，蓝色房间放着滑板鞋和篮球，粉色房间放着洋娃娃。爸爸妈妈突然站起身，死死盯着我。爸爸双目漆黑，女儿，你怎么还不进去看书？你是不是想看电视？是不是不乖了？你刚刚说进去看书，难道是骗我？他的声音越来越大，走错卧室意味着不想看书欺骗。我不敢轻举妄动，示意双喜先探路。双喜率先走进卧室，在里面翻找了一圈。蓝色的房间衣柜里摆满运动服，筐子里有卫生巾，床头柜摆着女儿运动的照片，应该是女儿的房间。粉色房间里摆满男生的衣服，洋娃娃旁边有别人拜托弟弟转交的字条与写给姐姐的贺卡，应该是儿子的房间。灰色房间都是成人衣服，应该是爸爸妈妈的房间。双喜说这话的时候，爸爸妈妈的目光都聚集在他的身上，他们可以看见双喜。我果断进入蓝色房间，而外面爸爸暴怒的声音安静下来。规则第7条，如果你不想见到他们，可以进卧室将门反锁，他们不会打扰你。我对外面说了句，爸爸妈妈，我在房间里看书，把门关起来了。爸爸没说话，妈妈对我点头，看来这条规则是对的。我将门反锁，走到书桌，把书摊开，书本里是看不懂的鬼画符。小声在房间翻找片刻，我没有找到任何规则。早晨9点半需要去书房上网课，蓝色房间里的只有1个闹钟，但闹钟的时间竟然还显示早晨8点。明明我刚刚进入副本，客厅显示的时间就是8点，不可能1分钟都没过。这个时间明显不对，我一瞬间头皮发麻。如果现在出去看时间，很可能被爸爸误会成想看电视，惹得爸爸暴怒。如果不出去看时间，错过9点30分上网课，就违反了规则。违反规则，轻则被污染，重则死于非命。我想起刚才爸爸妈妈的目光，双喜，爸爸妈妈是不是可以看见你？是的。那为什么你刚出现的时候，他们没有看你？我不在他们的规则范围之内，和他们没有联系。他们注意到我，是因为我帮助了主人。爸爸妈妈会攻击你吗？在规则的范围内，如果他们判断有必要，会攻击我。我烧的纸人数量不多，并且每个纸人的功能也应该有区别。刚刚双喜已经帮过我1次，如果再让他去客厅看时间，很可能再次引起爸爸妈妈的关注，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现在不是紧迫环节，没必要牺牲双喜。我记得自己应该烧过1只纸做的江诗丹顿女表，贡品是不会被污染的，所以上面的时间一定是准确的。伴随着我的想法，白烟中出现一张贡品卡，再抛出10冥币，手表出现在我手中，上面的时间显示9点07分。幸好提前烧了一堆奢侈品。我翻看着桌上的书本，书上的字没有任何规律，就是彻头彻尾的鬼画符。我在一本书里找到一张情书，落款小黑。我想起第3条规则，你是一个好孩子，好孩子不可以早恋。这个情书必须要藏起来，不可以被爸爸妈妈发现。情书藏在哪里？这个问题有点犯难，垃圾桶里空空如也，如果扔进去的话太明显。床底漆黑一片，直觉告诉我，这种黑暗的地方最好不要接触。书架上堆满书，我看见一本《猫咪的生活习性指南》，书里是一个女孩抱着黑猫的照片。规则里提到，妈妈讨厌关于动物的一切，所以她大概率不会翻开这本书，而爸爸是男性，不会随意进入女儿的房间。保险起见，我将情书加进了那本《猫咪的生活习性指南》里。9点30分一到，我拿起书和笔走出去，原本的墙壁突然出现一道关着的门，可以判断那就是书房。推开书房的门，一股阴寒之气扑面而来。书房里一片漆黑，我打开灯，接着打开电脑开始上网课。电脑里一个女老师正在讲课，老师说的是可以识别的话，指着那些鬼画符，正在讲解每个鬼画符的意思。我意识到这个课程非常重要，我需要认真听讲，掌握鬼语。课听到一半，爸爸妈妈突然进入了房间。爸爸妈妈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站在自己的身后，他们正紧紧地盯着我。现在绝对不能回头。规则里提到，爸爸对自己的期待很高，从看电视可以看出，爸爸希望我可以认真学习，所以现在绝对不可以回头，不可以走神。我硬着头皮听课，一直做到12点，身后的注视感消失。双喜低声提醒：“主人，他们已经离开。”我从鼠标垫底下抽走一张纸，
塞进自己的口袋里。我走出书房，但书房并没有消失。从外往书房里看，黑的看不清任何东西。我移开目光，非学习时间，书房是不存在的。来到客厅，我看向挂着的钟，上面的时间与手表的时间是一致的。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爸爸仍然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电视，只不过电视里正在播放着新闻。新闻的内容是农民工讨薪，奶奶的轮椅从阳台的一边换到了另一边。家里暂时还没有看到弟弟，弟弟在规则里和奶奶发生联系，在无法判断规则是否被污染的前提下，我不敢贸然接触奶奶。距离下午上网课有2个半小时的时间，我想回自己的房间看刚刚拿到的纸条。爸爸突然开口说话：快吃饭了，你不要回房间。规则第2条，爸爸为了这个家付出许多，不要拒绝爸爸。爸爸压力很大，如果拒绝，可以找妈妈撒娇。前半段说，爸爸的要求是不可以拒绝的。后半段又说，可以通过找妈妈撒娇的方式拒绝。这是一条前后矛盾的规则。妈妈正在厨房里做饭，我如果此刻打扰妈妈，不符合一个好女儿的做法，只能答应爸爸。我对着爸爸说道：好的，我吃完饭再回房间。妈妈做好4菜1汤，端上餐桌。已知的规则里并没有关于食物的，但没有看见全部的规则，我不敢乱吃东西。爸爸没有吃饭，而是从桌子底下拿出酒往嘴里灌。妈妈见我不动筷子，关切地说道：宝贝怎么了？这些饭不合胃口吗？你要多吃点肉，不吃肉怎么能够长身体呢？说完，妈妈夹了一个猪蹄放在我的碗里，爸爸把酒瓶子往地下一扔，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没错，你妈妈辛苦做的，你不可以辜负她的好心。你知道我在外面赚钱有多么的不容易吗？供着你上学，供着你吃饭，供着你穿衣裳，你什么时候才能够赚钱报答我们？对于爸爸说的话，我格外谨慎。从之前的状态可以看出，爸爸是危险的，这顿饭不可以随便吃。我捂着肚子向妈妈撒娇，我最喜欢妈妈烧的饭了，但是我今天来那个了，肚子疼，根本就吃不下。妈妈立刻心软下来，不吃就不吃吧，回房好好休息。爸爸却是把筷子一扔，暴怒道：你就天天惯着他吧，他都给你惯坏了。我立刻钻回自己的房间，将门反锁。外面的争吵声久久不停。我从口袋里拿出纸条，甜蜜的加规则下：9，黑猫是爱你的，这个家没有黑猫。如果看见黑猫向你撒娇，请杀死它，尸体可以扔进垃圾桶，爸爸会把垃圾带走。10，冰箱里的肉已经过期，不可食用。若您不小心违反了此条规则，请立刻去厕所催吐。11，健康食品是安全的，多吃健康食品对身体好，切记你吃的是且仅是健康食品。12，夜晚是美好的，如果睡不着，可以去阳台找奶奶谈心。如果你感觉窗外有人看你，不用担心，你可以打开窗户，奶奶会吓走窥视者。13，爸爸爱喝酒，喝酒的爸爸会说胡话，不用理睬。14，晚上12点到早晨8点，不可以离开卧室。如果你实在想上厕所，记得不要回头。15，夜里上厕所不要照镜子。16，家人都有钥匙，不要给陌生人开门。17，不要轻易做下承诺，那会让家人对你充满期待。记住，家是温暖的港湾，家人会永远等你回来。我把2张写着规则怪谈的纸放在一起，指着第2张纸问双喜：这张纸条也被污染了吧？是的，主人。被污染就代表着纸条里的规则部分是假的，你可以分辨出具体哪一条被污染了吗？双喜缓缓地摇头，我无法分辨其他诡异规则的真假，但是规则里越是明显提醒主人远离的，是他越不希望主人触碰的。比如说黑猫，说不定就是关键线索。规则第9条就矛盾重重，黑猫是爱你的，这个家没有黑猫，不要去寻找黑猫。如果你看见黑猫，请杀死它，尸体可以扔进垃圾桶，爸爸会把垃圾带走。前面说是黑猫是爱你的，后面说家里还没有黑猫，又说看见黑猫需要杀死，非常奇怪，没有黑猫又怎么杀死黑猫？家里不允许养宠物，妈妈厌恶宠物，尤其是猫。规则4说的是家里不允许养宠物，但不代表女儿没有偷偷养宠物。结合卧室的猫咪的生活习性指南这本书以及书里的照片，可以判断出女儿是养猫的。照片里那只猫是只纯黑的猫，黑猫存在，是好是坏无法判断。我找到那本猫咪的生活习性指南，照片里的女孩笑容明媚，照片后显示的学校为启明星高中。按照惊悚降临这本小说里的说法，离开副本还需要找到通关方法。通关方法在哪里呢？我还有3个房间没有去过，分别是厨房、阳台、弟弟的房间、爸爸妈妈的房间。但最奇怪的一点是，3室1厅只有3个房间，那奶奶住的哪里？我走出房间，奶奶还坐在阳台上闭目养神。忽然一个小皮球从我身后滚了过来，小皮球，圆又圆，妈妈带我上公园，我不哭，我不闹，妈妈夸我是个好宝宝。一个小男孩突然出现，皮球滚到奶奶脚边，奶奶满脸褶皱的脸抖了抖，她睁开双眼。弟弟跑过去捡小皮球，根据规则，奶奶需要休息，不要打扰她。弟弟很调皮，如果弟弟打扰奶奶，记得制止。我要不要制止他去捡皮球？
灰色卧室的门紧闭，我没有看见爸爸妈妈的身影。客厅里的电视还在亮着，奶奶睁开眼睛后，目光落在电视上。关电视，浪费电。我用遥控器把电视关掉。奶奶长吸了一口气，推着轮椅缓慢地挪动到另一个位置。弟弟抱着皮球看着奶奶，要一起玩皮球吗？没等奶奶说话，弟弟又跑回房间抱了一堆玩具出来。要一起玩积木吗？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默默观察着。奶奶要求关掉电视声音，说明奶奶觉得电视声音嘈杂，符合需要休息的特质。但规则里还有一条说，如果晚上睡不着觉，可以找奶奶谈心。奶奶需要休息，晚上怎么可能不睡觉？弟弟一直在问奶奶问题，算不算打扰？要不要制止？弟弟已经问了2个问题，奶奶并没有发生恐怖的变化，看来正常的对话并不属于打扰。弟弟玩了一会积木，又抱起他的小皮球，再次说道：奶奶，我们玩小皮球吧。奶奶没有说话，弟弟拿起小皮球，狠狠地砸向奶奶。奶奶褶皱的脸突然像充了气的皮球一般胀大，我立刻制止：弟弟，不允许打扰奶奶。我拿走弟弟的皮球，弟弟坐在地上大哭。奶奶受到声音的刺激，脑袋长得更大，弟弟眼眶里掉落的不是眼泪，而是鲜血。坏姐姐，把我的皮球还给我，还给我，还给我，不然我就用你的头做皮球。从这些诡异的外表可以看出，妈妈的污染程度最小，妈妈基本正常，仅是神情呆滞。爸爸自知，爸爸喝酒后会处在暴怒状态中，容貌发生初步扭曲。接着是弟弟，弟弟会在哭闹时出现中度扭曲，而奶奶一直处在扭曲状态中，污染最为严重。现在必须安抚弟弟，不然的话奶奶会暴走，弟弟也会发生可怕的变化。我拿出50冥币递给弟弟，不哭了，姐姐给你小钱买糖吃。弟弟立刻停止哭泣，姐姐真好。弟弟乐呵呵地拿走冥币，连玩具都不要了。随着弟弟停止吵闹，奶奶胀大的头颅也如同泄了气的皮球，头上冒出了黑气。我见冥币有奇效，又拿出1000冥币递到奶奶面前。奶奶双手猛烈的颤抖，颤巍巍的从轮椅上站了起来，然后从自己的屁股底下抽出一张红纸。好孩子，奶奶也给你包了红包。说完，奶奶递过来脏兮兮的红纸。我看着红纸上的内容，竟然是通关规则。S 级，解开副本全部真相。A 级，获得爸爸妈妈的喜爱，在他们的支持下顺利离开家。B 级，考满分，得到爸爸的赞赏。C 级，在家里存活7天。有钱能使鬼推磨，不是没有道理。奶奶逐渐恢复正常，只是人显得更加苍老，有油尽灯枯之兆。奶奶将明钞从自己脸上的皱纹里一张一张塞进去，每吞噬一张明钞，奶奶的状态就变得更加稳定，原本痛苦的喘息声渐渐平缓下来。好孩子，奶奶年纪大了，需要休息，没事的时候不要打扰奶奶。虽然奶奶晚上很孤独，但是好孩子不可以熬夜。你找到那只黑猫了吗？你会更喜欢它陪你。说完，奶奶闭上了眼睛。奶奶的话透露出关键信息，第12条规则前半句是错误的。夜晚是美好的，如果睡不着，可以去阳台找奶奶谈心。作为一个合格的女儿，不可以熬夜。奶奶需要休息，但奶奶没有房间，说明是她刻意不让奶奶休息。得不到休息的奶奶，污染会加重。从今天奶奶的行动可以看出，活动范围仅限阳台。这条规则试图引诱我晚上去阳台，被奶奶杀死。阳台窗帘紧闭，看不见外面的环境。再结合第12条规则后半句，如果你感觉窗外有人看你，不用担心，你可以打开窗户，奶奶会吓走窥视者，意味着窗户可能有危险。我看了眼手表，还未到下午2点半，距离上网课还有大概半个小时时间。我回到房间整理刚刚获得的通关规则信息。通关规则 S 级，要求解开副本全部真相。我只找到女儿的情书以及所在的学校，暂时无法还原故事。通关规则 A 级，要求获得爸爸妈妈的喜爱，在他们的支持下顺利离开家。妈妈对女儿是宠爱的，而爸爸对女儿的态度很差，如何得到他们的喜爱呢？如果只是听话，肯定不够，我还需要在爸爸妈妈的支持下离开家。如何算是支持，也是个让人苦恼的问题。至于 B 级通关，考满分得到爸爸的赞赏，我已经有大致的思路。课本上是鬼语，网课的内容则是正常的人类语言。课程的内容和课本的内容是可以对照学习的，在短时间内学会鬼语，再完成考试得到满分，就可以达到本级的通关要求。但诡异副本不同于正常世界，题目是什么？满分的要求是什么？都是未知数，所以 B 级通关只是候选项，不能把它作为唯一的选项。
C 级通关方式是在家里存活7天，这明显就是个坑。虽然《惊悚降临》这本小说也提到了甜蜜的家副本，但主角遇见的规则和我遇见的规则不同，通关方式也不同。唯一可以参考的就是这个副本根本维持不到7天，时间越久污染就越严重，尽快逃离副本才是上之策。下午2点半，我准时进书房上网课，爸爸妈妈从房间里出来，客厅里出现了电视的滋啦滋啦声。网课页面，老师的黑板左下角用白色粉笔画着小猫。爸爸妈妈下午没有出现在我的身后。上课的过程中，卧室的方向传来数声凄厉的猫叫声，我定了定心神，不让自己被猫叫声影响。网课结束，我离开书房，身后竟然传来猫叫声，就在书房里面。现在已经是下午5点，绝对不可以再进书房。客厅里，电视正在播报一则新闻：启明星中学一高3男生因早恋问题和家人产生争执，父亲离家出走后已经失踪14天。新闻里报道的学校就是女儿所在的高中。我心里闪过一丝异样感，不对，这个学校里的学生都在正常去学校上课，为什么只有我在家上网课？妈妈拿着拖把在打扫卫生，她突然暴怒的大喊：“该死的！这一定是猫的毛，谁养的猫？”地板的缝隙里有一根泛着光泽的黑色毛发，妈妈将拖把狠狠地砸在地板上，表情扭曲。家里要保持干净，可恶可恶！只有我在做家务，你们根本不珍惜我的劳动成果。为了这个家，我也是受够了。该死的猫被我抓住了，你们所有人都得喝猫汤。面对暴怒的妈妈，我抬了抬眼说：“可能是头发吧，头发也是黑色的。”妈妈似乎被安抚些，她不再砸拖把，而是进入厨房，神经兮兮的碎碎念。爸爸对妈妈的抱怨恍若未闻。妈妈忙完家务就进入厨房准备晚餐。妈妈正在把白色罐头里的东西往盘子里倒。根据规则第10条和第11条，冰箱里的肉已经过期，不可食用。健康食品是安全的。那4个盒子上标注的都不是健康食品。妈妈，我晚上想吃健康食品。吃饭的人没资格挑食。妈妈没有说她做的就是健康食品，而是不许我挑食，这说明妈妈很可能就没有制作健康食品。可是妈妈，我想吃健康食品，我的身体不舒服，中午就没有胃口。真受不了你，天天嚷着要吃健康食品，中午一顿没做，你就肚子难受不吃饭。你爸爸说我总是惯着你，会把你惯坏，可怎么办呢？妈妈太爱你了呀。和妈妈撒娇是有用的。妈妈从冰箱里拿出一个绿色的盒子。不可以挑食，既要吃健康食品，也要吃肉。我注意到爸爸中午喝剩的酒，爸爸如果喝酒，污染会加重。我把酒偷偷踢到沙发底下藏了起来。晚饭时，妈妈端上4菜1汤，这4道菜全部都有肉，哪怕是汤里还能看见几根漂浮的肉丝。根据规则，如果真的因为饥饿吃了这些菜，还需要去厕所催吐，催吐会导致身体健康值下降，变得更加脆弱。而在诡异世界，脆弱就意味着死亡。好香呀！这是黄豆酱渍热米饭，里面没有肉，可以吃。谈不上好吃，好在是正常的食物。姐姐，这里有那么好吃的，你为什么要吃难吃的东西？姐姐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哦。我的酒呢？中午还在这里，不见了。马德，我每天累死累活，他们顿顿有酒有菜，就我没有，这日子过得事事不顺心。爸爸，他们是谁啊？小孩子知道这么多做什么？好好吃你的饭，一天天的这么挑食，你妈就不应该宠着你，把你饿个几天，保证你吃人肉都是香的。哦，找不到酒，爸爸只能吃饭。吃饭的爸爸开始异变，但情况比喝酒的爸爸好一些。晚饭过后，妈妈收拾家务，爸爸再次坐到沙发上看电视，只有奶奶没吃晚饭。爸爸，奶奶为什么不吃饭？奶奶不吃饭。奶奶是自己不想吃饭，还是爸爸妈妈不让奶奶吃饭？你要吃饭吗？奶奶摇头，看来是奶奶自己不愿意吃饭。爸爸站起身来到玄关处，妈妈从厨房走出来，递给爸爸一个饭盒。老公辛苦了，这是给你带的夜宵，值夜班饿了可以吃。爸爸打开大门，门外一片漆黑。爸爸离开家之后，妈妈的状态很不稳定。虽然妈妈在打扫厨房，但是厨房越来越乱。打扫不干净？为什么怎么都打扫不干净？脏死了，这个家脏死了。我没有贸然进入厨房，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晚上7点30分。我回到房间，窗外是一片红光，血色的月亮挂在天上，窗户很危险。我拉上窗帘，双喜手中捧着一本破旧的相册，他的左手有一道猫抓痕。我检查贡品卡，发现双喜的贡品卡出现了裂痕。你的手怎么回事？这个东西是从哪里来的？
主人在书房学习时，卧室床底下钻出黑猫，黑猫攻击我后留下这个物品。我上网课时，外面传来猫叫声，原来是黑猫在攻击你。诡异之间，不是不会主动攻击对方吗？我的存在严重破坏了黑猫的规则。看来在书房上网课期间，蓝色卧室是危险的。黑猫的叫声，网课开始时出现在卧室，网课结束后又出现在书房。和猫的相关规则有2条，第4条，家里不允许养宠物。第9条，这个家没有黑猫，如果看见黑猫向你撒娇，请杀死它，尸体可以扔进垃圾桶，爸爸会把垃圾带走。而事实证明，黑猫是存在的。规则明确说家里不允许养宠物，所以黑猫不是宠物，黑猫是入侵者。第9条规则分为3句话，那个将黑猫杀死的处理方法也是非常的存疑。整个家里除了自己的房间，只有厨房有垃圾桶，而妈妈讨厌猫，要是看见了猫的尸体，可能会产生更严重的异化。我翻开黑猫留下的相册，发现里面全是女儿的照片，这些照片的拍摄角度都很奇怪，难道是女孩的暗恋者拍的？咦？这张合照后面的花丛中，怎么还藏着一个人影？还有那封情书的落款，谁是小黑？是人名还是猫名？看来女孩身上还有很多秘密。夜里，双喜站在床头，我躺在床上睡觉。双喜，晚上绝对不要离开卧室，如果发生异动，立刻叫醒我。还有，明天早晨7点半准时叫我起床。好的，主人。有双喜在身边，我很快入眠。半夜，敲门声将我吵醒。双喜，你在吗？主人，我在的。现在是凌晨1点15分。好孙女，开门，我是奶奶。我知道你没有睡着，要不要来阳台和奶奶谈谈心？奶奶有好东西要给你看。门外那东西绝对不是白天的奶奶。开门呀，不要躲着奶奶，再不开门，奶奶就把你的秘密告诉爸爸妈妈。奶奶知道你房间里偷偷养了只猫，妈妈猫毛过敏，被妈妈知道，我们就有猫汤喝了。门外的声音持续了半个小时，但我一直不予理睬，接着睡觉。可刚睡着没多久，双喜用手拍了拍我。主人，房间里有东西。有什么东西在抓床板？床在微微震动，黑暗中传来虚弱的猫叫声。黑色的模糊影块从床底缓缓涌出，我感觉到带着倒刺的舌头在轻轻舔着我的脸，这是黑猫在撒娇。而此时，门外传来砸东西的声音。可恶，猫叫声！我说过了多少次，家里不允许养猫。妈脑子有病，他的话你也信？他每天都在装睡，冰箱里的东西经常少，是不是你偷着给他东西吃？我们说好的，把他饿死我们就解脱了，你什么意思？是不是舍不得了？还有那该死的小白眼狼，中午还问那个老不死的吃不吃饭，他根本就不知道，为了这个家，我究竟付出多少。妈妈说着说着，竟然哭出声来，她哭泣的声音像极了猫叫。妈妈发生了异化。第二天醒来，我的床边多了一根黑猫的毛发，我把毛发清理干净。双喜，昨天晚上还发生了什么？有人拿钥匙从外面开门，门被反锁了，打不开。卧室门锁就已经开始松动，门锁一坏，卧室将不再安全。我来到卫生间洗漱，身后的淋浴间传来呜呜的哭声。想要逃离副本，就要主动去探索副本。我拉开帘子，看见弟弟蹲在浴缸里哭。弟弟，大清早的，你哭什么呀？这个副本只要人物的情绪不稳定，就会变异。我需要安抚弟弟。姐姐，我很害怕，害怕你会离开我。你会一直留在家里吗？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姐姐，我离不开你。我揉了揉弟弟的短发，人总要长大，弟弟也会长大，长大了就会去更大的世界里看看。规则最后一条，不要轻易做下承诺，那会让家人对你充满期待。不说留下来，是担心中了诡异的陷阱。所有人都会长大吗？会的。那我也想长大。我给弟弟塞了20冥币零用钱，接着离开了厕所。可刚打开厕所门，妈妈就贴脸开大。吃饭了。吃饭时，我从米饭底部翻出几根肉丝，还真是一点都不能放松。你为什么和弟弟说要离开家？弟弟哭了，我只是安慰弟弟，模棱两可的回答。妈妈并不吃这套。你是不是早就想离开家了？这个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你一心想往外跑。我挤出几滴眼泪，试图让自己看起来更加的真诚。爸爸每天都很辛苦的工作，我想赚钱，帮家里减轻负担。工作可以在家，也可以出去。妈妈没再生气，继续低头吃肉。我把肉丝挑开，吃了几口米饭，掐着点跑进书房上网课。书房的门口放着电脑修理包，上网课的老师讲课速度加快，快到中午12点的时候，老师竟然还没有停止的迹象。而昨天是准点结束的，电脑右下角的时间离12点还剩半个小时，而我的手表显示距离12点还剩5分钟。根据规则，上午的网课结束时间为12点，其余时间
家里没有书房，他开始在时间上做功夫了，想让我违反规则，死在书房。而进门时，书房门口的修理包就是提示，昨天上午的课老师讲完了第1章的10个知识点，今天的第2章总共12个知识点，不能等第2章讲完才出去。老师讲完第10个知识点，我果断拿着书本离开书房。课程结束，今天没有午餐，餐桌上留有纸条和50冥币。乖女儿，爸爸在单位加班很忙，妈妈今天要出去，看见你在学习，妈妈就没有打扰你。饿的话，中午可以出去买饭，记得帮弟弟也买一份。纸条的落款是妈妈。这时弟弟突然出现，姐姐，我饿了。这个副本的名字叫做甜蜜的家，所找到的规则也是针对这个家而已。如果随意踏出家门，很可能会面临未知的危险。我看向弟弟，你出去买饭好不好呀？弟弟嘟着嘴巴不乐意。好姐姐应该照顾弟弟，哪能让弟弟出去买饭？你就帮帮姐姐吧。如果姐姐愿意把自己的小拇指给我做玩具，我就答应姐姐。弟弟的规则里允许他向家人索要这些小玩具，如果姐姐拒绝，或者姐姐不给他饭吃，那就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他就有权利把姐姐吃掉。姐姐给你加鸡腿。身为诡异，冥币对于弟弟的诱惑力太大了。可是妈妈私下里和我说，让姐姐出去买饭。妈妈的纸条里说的是中午可以出去买饭，没有说具体谁出去啊。这好有道理。这样吧，姐姐再给你1000冥币零花钱，你出去买你喜欢吃的，顺便帮姐姐买一份未开封的健康食品。这时阳台上的奶奶垂死病中惊坐起，钱给我，我去买。我自己去。弟弟从我的手中一把夺过1000冥币，恶狠狠地瞪了眼奶奶，奶奶吓得缩回轮椅上。家人都有钥匙，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带好钥匙哦，不要敲门，姐姐是不会帮你开门的。知道了。弟弟带着钱出门，我走到奶奶身旁，奶奶，你昨天晚上有没有来找过我啊？奶奶缓慢地睁开眼睛，为了帮奶奶打点鸡血，我掏出了1000冥币。对不起，奶奶晚上有梦游的习惯，是不是打扰到奶奶的乖孙女儿睡觉了？那奶奶可以告诉我黑猫是怎么回事吗？奶奶似乎是有些惊恐。妈妈讨厌猫，非常讨厌，千万不要提到猫。没关系的，妈妈不在家。奶奶，我们是家人，家人之间有什么好隐瞒的呢？奶奶，你看看这些钱，这都是你的宝贝孙女儿孝敬你的。昨天晚上奶奶来敲门，说明奶奶知道黑猫的相关情况，但奶奶很犹豫，这是甜蜜的大家庭，奶奶舍不得我离开。奶奶，我很爱你，也很爱这个家，你告诉我黑猫在哪里，我保证不会做出让爸爸妈妈伤心的事情。奶奶叹了口气，看向窗外。乖孙女儿，那个送你猫的男孩子不是个好东西，你有光明的未来，他却只想把你拖下水。外面的世界很危险，有很多坏人的，只有这个家可以保护你。不要去找那只猫，他想诱拐你。奶奶不肯透露关键信息，趁着弟弟和爸爸妈妈不在，我决定进入粉色房间查探线索。我率先进入弟弟的房间，弟弟的桌子上摆着洋娃娃，娃娃底下压着一张纸条，如果我不在你身边，就让这个娃娃代替我陪伴你，我们要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一起努力考上好的大学。落款是爱你的小黑。这个娃娃明显是小黑送给这家女儿的。接着是爸爸妈妈的房间，墙上是爸爸妈妈的婚纱照。我正准备搜寻有用的东西，照片里的爸爸妈妈突然说话：房间好闷，乖女儿开窗。打开窗户，你就自由了。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往窗户边走去。不对，我被污染了。我狠狠地掐住自己的手腕，用疼痛让自己保持清醒。我不敢再看照片，转身离开房间。门外传来弟弟的声音：姐姐，开门，我回来了。我早就告诉过弟弟出门带钥匙，家人都是有钥匙的，我是绝对不会主动开门。门外的东西不死心。姐姐，你怎么不给我开门呀？我手上拎了好多饭菜，不方便用钥匙开门。姐姐，你帮帮我吧。有手敲门，没手拿钥匙，我又不是傻子，会信你的鬼话。见屋子里没人回应，门外没了声音。2点钟，弟弟才从外面回来。姐姐，你爱吃的东西好贵哦，要不要尝尝我买的零食呀？我检查健康食品的包装，塑料封口没有被破坏的痕迹，不需要，我吃这个就好。吃完午饭，我继续上网课，已经知道网课的套路。等下课时间一到，我不管老师拖堂内容，直接离开书房。晚上，爸爸妈妈一起回家。启明星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项目都烂尾了，那些人全部都在盯着我一个。爸爸看起来状态混乱。凭什么只找我？酒呢？我的酒呢？妈妈一脸木然，无视爸爸的话，拖着脚步往厨房走。做晚饭，做晚饭。该死的，这个家我付出的最多，烦死了，烦死了！该死的晚饭。厨房的砧板被剁得咚咚直响，弟弟躲在房间里不敢出来，奶奶因为噪音头胀得越来越大。我想回房间，爸爸却指着我大吼：你这个不孝顺的女儿，快点把我的酒找到，老子要酒，把我的酒给我！
根据规则，我不可以拒绝爸爸。如果拒绝，可以找妈妈撒娇，但是酒精会加重爸爸的污染。我想找妈妈撒娇，但是妈妈在厨房里打扫卫生，状态也十分异常。妈妈，我叫了一声妈妈，妈妈置若罔闻，无法撒娇。我从沙发底下找到此前被我藏起来的酒瓶子，递给爸爸。爸爸逐渐开始暴躁，我丢下句我回房间了，便头也不回地钻进房间，将卧室门反锁。酒瓶子的声音在我身后碎裂。你这个该死的不孝顺的女儿！我每天拼死拼活在外面赚钱，为的都是你，你竟然还不想见我！主人，你已经轻度污染。不好，一定是进入爸爸妈妈的灰色卧室后被污染的。夜晚，奶奶没有像昨天晚上那样来敲门，卧室的门一直发出咚咚声，有诡异试图从外打开门锁。黑猫会在凌晨从床底钻出来，像昨天夜里一样舔舐我的脸和手掌心。我因为受到轻度污染，夜晚噩梦连连。开始，我梦见自己总被人跟踪，在阴暗的巷子里，不时传来摄像机的咔嚓声。在学校上厕所，会从隔间下探出漆黑的摄像头，有人在暗处窥探，真可爱。做我的模特好不好？我会给你拍出完美的艺术照。你不适合穿裤子，那天的短裙就很漂亮。你睡觉的侧脸好迷人呀，在我的镜头下，你不要害羞呀。你为什么要逃跑呢？不听话的孩子就要受到惩罚。真希望你做我一个人的模特，永远美丽的沉睡下去。课桌肚里全是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纸条，我挣扎着想睁开眼睛，可眼睛却睁不开。摄像头无处不在，从各个角度伸出来，我逃啊逃。黑暗的巷子像是没有尽头，一声猫叫，那些摄像头瞬间散去，让我恢复平静。困意来袭，我梦见自己回到高中时代，身穿校服，被一个男孩子拉到学校的后花园告白。男孩学习一塌糊涂，是学校出名的差生，但是男孩画得一手好画，阳光下打篮球的身影也是那么的帅气。桀骜不驯的外表下是细腻温柔的心。男孩写的信，男孩送的洋娃娃，男孩的每一句鼓励。早晨，双喜把我叫醒，我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明明睡了一夜，但感觉脑袋沉重。这个怪谈刻意让我吃不饱睡不好，他想让我出错，我需要快些离开这个副本，不然就算没因触犯规则死亡，我也会因为睡眠不足而倒下。主人，你身上的污染消失了。消失？我长舒一口气，福兮祸所依。如果没有昨天的轻度污染，我就不会做那2个梦。S 级解开副本全部真相，梦境里的内容就是 S 级通关的关键线索。结合梦境和搜索到的线索，可以推测女儿在启明星高中上学，和小黑两情相悦，两人约定努力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但是女儿似乎又被一个变态缠上，那个人经常偷拍，往女儿的桌肚塞骚扰纸条。打开房门，门锁已经松动到拉出一截，爸爸已经不在家，厨房里乱七八糟，妈妈抓着垃圾桶的污秽物往地上扔。我昨天晚上又听见黑猫叫了，该死，猫翻乱了我的垃圾桶，弄脏了我的厨房，为什么没有人可以体谅我的辛苦？烦死了，烦死了！这个家只有我苦苦支撑。妈妈，早上好，见到我出来。妈妈停止翻找垃圾，对我勉强露出笑容。宝贝女儿，你起来了，我来给你做早餐。妈妈，你在垃圾桶里找什么呀？当然是找那只该死的猫，猫想偷走我的宝贝，我绝对不会让它得逞。妈妈站起身，刻意低头看着衣服上的一片肮脏。哎呀，我的衣服怎么这么脏？宝贝儿，早餐在厨房，我先去洗个澡。好的，妈妈。我踮起脚尖进入厨房，避免踩到污秽物。健康食品藏在冰箱的最深处，外面放着的肉食散发着腥臭味。吃完食物，阳台上发出哐当一声，奶奶的轮椅烂了，她宛如肉瘤般瘫在地上无法移动，轮椅断裂的钢筋穿透她的身体。奶奶痛苦的哀嚎，明明眼球已经掉在地上了，我却还是感觉到奶奶在向我求救。卫生间的门紧闭，从外面看，里面没开灯，我也没有听见水流声，这一切安静的有些古怪。奶奶痛苦的哼哼声在客厅回荡，妈妈的声音从卫生间里传来。宝贝女儿，奶奶又犯病了，妈妈在洗澡，等救护车来了，你帮医护人员开一下门。我没有答应。规则第16条，家人都有钥匙，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女儿，你听到了吗？记得开门哦，奶奶的病不可以耽误。妈妈要求我开门，医护人员算陌生人，我开门就意味着违反规则，但爸爸妈妈的好感度同样重要。我看着手表，发现时间接近8点半，心生一计，妈妈，我要开始上网课了，我还要考试呢。爸爸很关心我的学习，我得好好努力，不能让你们失望。果然，妈妈听见学习便没有再坚持，卡着点。我拿着课本进入书房，电脑屏幕黑了几下才打开。网课老师敲着黑板讲解知识点，原本视频是远程广角，但随着时间推进，我发现老师离镜头越来越近。书房外有杂乱的脚步声，有脚步声来到书房门口，有人敲书房的门，
书房的门我没反锁，不要给陌生人开门，不仅仅指的是大门。我注意力高度集中，我需要警惕网课老师言语上的陷阱，还有前后颠倒的讲课方式。对应书本，翻译鬼语，还需要警惕敲门的陌生人。课本上有猫的脚印，我发现猫踩过的地方有点类似于章节的重难点，难道那只黑猫在给我画重点？于是听课的过程中，我对于猫踩过的地方更用心。敲门声不知不觉间停止，课程结束，我踩点出书房，门口竟然站着穿白大褂的医生。中计了，不仅要避免亲手给陌生人开门，还要避免在学习时间爸爸妈妈放陌生人进门，否则我进入书房学习，到点之后必须出书房，给陌生人开门的情况就无可避免。这是一个连环套。众多长相可怕的医生抬着担架，担架上放着肉球一样的奶奶，他们站在走廊的尽头，齐齐地往书房方向看。走廊被堵得水泄不通，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阻止妈妈在学习时间让陌生人进门。书房门口的医生嘴巴裂开到耳后根，向我伸出手。好在书房正对着我的卧室，卧室只要锁门就是安全的。双喜在卧室，我一个箭步冲出去，双喜帮我！双喜在我回到卧室的刹那将门关闭，好险！我用手抚了抚胸口，心有余悸。过了一会儿，妈妈过来敲门，女儿，快吃饭了，你不要躲在房间里。我无法确定门口的人是不是妈妈。妈妈，外面的客人离开了吗？离开了，快点给妈妈开门，不要害羞。我用板凳抵住门。妈妈，你爱我吗？妈妈最爱你了。那如果我考了100分，妈妈可以送我一只小猫咪吗？当然可以，只要你开门，妈妈下午就帮你买。妈妈真好。个屁！规则第4条，妈妈厌恶猫，门外的东西绝对不是妈妈。宝贝女儿，妈妈都答应给你买猫了，你快些出来吧，你不开门，妈妈会伤心的。出来吧，快出来吧，出来，这个该死的猫，你快点出来。许久，门外消停下来，紧接着不久就是开门佛关门的声音，脚步声走到卧室的门口。是妈妈吗？是的，我的宝贝女儿，妈妈是不是打扰到你了？没有，妈妈，我刚刚好像听见猫叫了。什么猫？那些该死的猫肯定是从窗户偷跑进来的，它会把家里弄得一团糟。也可能是我听错了。我打开卧室的门，妈妈，我饿了，中午我还想吃健康食品。妈妈探着头往卧室里看了看。我的宝贝女儿最听话，从来不养那些脏东西。午饭后，我帮妈妈一起收拾桌子。妈妈，你好辛苦呀，你那么的宠爱我，为我遮风避雨，准备我喜欢的食物，还要操持家务，我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小孩子。妈妈停下脚步，转过身，流下眼泪。妈妈爱你。妈妈，我也爱你，我爱家里的每一个人。妈妈，奶奶怎么样了？妈妈突然变得很烦躁。奶奶的病很严重，要住院。我看着空荡的阳台，庆幸自己此前就已经拿到通关规则。宝贝女儿，不用担心，医生和我说，4天后奶奶就可以回家了。今天是副本的第3天，4天后奶奶回来是副本第7天。将碗筷放入厨房后，我来到客厅，茶几上堆着空酒瓶。我举起遥控器，打开电视机。我台播报：近日，启明星房地产有限公司承建的小区项目资金流断裂，多名工人索要工钱无果。我按动遥控器调换频道。启明星中学摄影比赛正式开始，第1名作品是穿裙子荡秋千的少女，请匿名投稿作者在7天内联系宣传部门领取奖状。那幅获奖作品里的少女就是女儿，看来女儿一直长期处在被偷拍和骚扰的困境里，再结合那个噩梦，我可以推测出女儿之前的遭遇。下午上网课，书房里的座椅缺了一个轱辘，原本干净整洁的电脑桌上多了刀刻的字，以保护之名行加害之事。错的不是我，为什么是我离开学校？为什么爸爸妈妈要怪我？我不要做被刀指着的人，我要做拿刀的人。还有用刀刻出来半个手掌大的死字，红笔把死字的凹槽染色，触目惊心。网课老师今天已经不怎么讲课了，老师的2只手撑着腰。网课直播间安静无声，即使如此，我也是坚持到点才离开。快结束的时候，老师用很小的声音快速嘟囔了句：同学们，今天晚上12点到凌晨1点，记得上晚自习。呵，我笑着离开书房。今天晚上的晚自习可能暗藏着通关线索，要上晚自习又不能去书房，这说明还有剧情要触发。我跑去客厅，此时爸爸妈妈都在厨房。爸爸从厨房里拖出一个巨大的黑色垃圾袋，见到我，爸爸皱眉：整天无所事事，去帮你妈妈打扫卫生。好的，爸爸。我拿起抹布，装模作样的擦拭餐桌。爸爸妈妈，晚上我要上晚自习。知道了，爸爸晚上不会打扰你学习。爸爸拖着垃圾袋出门，妈妈递给我一个平板电脑。晚上不要去书房了，回房间用平板上晚自习吧。好的，妈妈。我接过平板，吃
吃晚餐的时候，爸爸在抱怨工作，妈妈在抱怨家务。爸爸妈妈吃的食物越多，也越狂躁。奶奶去医院后，弟弟经常坐在阳台拍皮球，阳台经常会传来巨响，像是有重物从高空坠落。晚上，我回到房间，先用胶带粘牢快要掉落的门锁，用板凳抵住房门，然后钻进被窝，打开平板电脑。这个平板电脑上安装了许多我未见过的软件。离晚上12点还剩下1个半小时，我点开明宝软件，里面的东西琳琅满目。美食栏目，活人区，我看见熟悉的食品，健康食品，价格100冥币。简介：美味的黄豆酱盖饭。再往下翻，金枪鱼寿司，价格5000冥币。简介：用金枪鱼肉、米饭、紫菜制作而成。怎么这么贵？这寿司黄金做的吗？我试着下单2份金枪鱼寿司，屏幕跳出付款页面，填写银行卡号。我在密码那里犯难，思索片刻，我输入了自己的生辰八字，付款成功。2盒寿司在一团白烟中出现在我面前。这几天我一直处在半饥饿的状态中，健康食品分量太少，让我难以吃饱。这寿司的饱腹感明显高于健康食品。在我进食的时候，双喜把头转180度背了过去。你要尝一口吗？双喜头摇得像拨浪鼓，宏伟诡异。爸爸妈妈也一定讨厌这个金枪鱼寿司。夜里，那东西在晃动卧室的门，幸好我用板凳抵了一下，减少门被破坏的程度。点开网课软件，网课老师出现。同学们，周测的时间定在后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没有考到90分以上的学生，需要参加学校组织为期1年的补课。现在，我带你们复习一下考试的重点，打起12分的精神。老师只带你们复习一遍。网课老师语速极快，好在我前几天都在认真听讲，所以可以跟得上节奏。补课结束，我倒头就睡。副本第4天，我起床先吃了一份昨天的寿司，恢复下体力。我洗漱完来到客厅，发现客厅的大门竟然是敞开的。我迅速跑去将门关闭。妈妈，家里的门没关。妈妈手里握着菜刀走出来。爸爸晚上忘记关门了。爸爸去哪里了？爸爸去医院了。爸爸是去医院看望奶奶了吗？上午的网课结束，我看见爸爸正坐在沙发上喝酒，巨大的嘴巴塞进3个酒瓶口，爸爸的左臂空荡荡的，爸爸的左手没了。此刻喝过酒的爸爸贪婪地看着我。我还欠160万冥币，女儿有2只手，可以卖20万，儿子有2只脚，可以卖30万。规则里只提到妈妈和猫爱女儿，没有提到过爸爸。爸爸是怎么欠的钱？这是大人的事情，告诉你，你会帮我还钱吗？会。听到这话，爸爸突然站起身。你要是没办法帮到爸爸，爸爸就会惩罚你。一个乖巧的女儿是不可以撒谎的。女儿，为了这个家，爸爸要委屈你了。不好，爸爸想拽掉我的一只胳膊卖掉抵债。我把双手背在身后，装作一脸天真。爸爸，把卡号给我，我给你转钱。爸爸说出卡号，很快我通过天地银行的 app 直接给爸爸账上转了160万。爸爸感应到银行卡钱到账，将舌头缩了回去。你真是爸爸的宝贝女儿，你想做什么，爸爸都会支持你。学习不要太累了，你的身体最重要。无论宝贝女儿考多少分，在爸爸的心里永远是满分。态度365度大转弯，看来冥币对诡异有奇效。爸爸，你喜欢女儿吗？喜欢，你是爸爸永远的乖女儿。通关规则 A 级，获得爸爸妈妈的喜爱，在他们的支持下顺利离开家。看爸爸这个反应，已经达到喜爱的程度。爸爸，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吗？你是怎么欠的这些钱？爸爸坐回沙发上，长叹一口气。启明星房地产有限公司资金链断裂，阳光苑小区建设项目烂尾。因为这个项目是我负责的，所以在烂尾楼里干活的工人找我结工钱，那些买了烂尾楼的人也天天围绕着我，让我赔钱。昨天他们拿走了我一只胳膊抵债，一只手是10万，一只脚是15万，一颗头颅50万。呵呵，刚刚如果我无法真正拿出这个钱，肯定会被爸爸拆成零件卖出去。爸爸，那启明星房地产有限公司和启明星中学有什么关系呢？启明星中学呀，它是由启明星房地产有限公司出钱建设的，你也在那个学校里上学呀。只是前段时间你心情不好，老师建议你居家学习。老师有没有说过我为什么心情不好？老师说学校有人偷拍你，那些照片我和妈妈也看了，拍的宝贝很漂亮呢。女儿被偷拍骚扰是事实，爸爸妈妈觉得那不算偷拍，学校把偷拍的照片作为1等奖。老师让女儿在家上网课，所有人都在做伤害女儿的事情。书房课桌上刻的字可以看出女儿内心充满了恨意。上网课的时间到了，我进入书房的时候，发现弟弟正蹲在墙角边和空气说话，弟弟不时发出咯咯咯的笑声。今天没有新课，而是自己复习准备考试。今天的老师几乎半个身子充满屏幕，诡异地盯着我。网课结束，我走到客厅，一个皮球从我脚下滚过，弟弟高兴地在阳台拍手。
姐姐，你不要站在那里啦，你这样会挡到大哥哥陪我玩皮球的。我瞬间脊背发寒，你说的大哥哥在哪里啊？大哥哥一直在姐姐的身边呀。昨天晚上我还隔着姐姐卧室的门缝和大哥哥说话呢，我让大哥哥把姐姐叫醒，我们一起玩。大哥哥不同意。弟弟的话让我汗毛耸立，难道卧室已经变得不再安全？这些天我一直和一个男人共处一室，联系到之前晚上床底传来猫抓声，那真的只是猫吗？我匆匆回到卧室，双喜，帮我看一下床底有什么。好的，主人。主人，床底有好吃的。诡异口中的好吃的就是人类的肢体，我恶心不已，俯身看了看床底，恶臭扑面而来。黑猫正在吃内脏，那双树瞳在黑夜中发亮，尸体的旁边还放着一个漆黑的照相机，这是那个偷拍狂的尸体。我站起身，双喜吞着口水问：主人，我可以也吃一口吗？不要吃那些脏东西，当心吃坏肚子。双喜张开嘴巴指了指我打开平板电脑，点开明宝购物软件，找到诡异美食一栏，点进去。诺，你想吃什么？我请客。双喜看着平板里的美食，口水直流。点完单，食品随着白雾出现，浓烈的血腥味呛得我难以呼吸。我离开卧室，让双喜在里面安静进食。我来到客厅，弟弟踩着小板凳，把头伸到窗户外面。窗户外面又传来巨大的坠落声。妈妈从厨房端着一大锅肉汤出来。宝贝女儿，后天就要考试了，妈妈专门为你炖了汤，为你补补身子，你可千万要吃呀，不然妈妈会生气的。我看着锅里的肉，胃里一阵翻腾，但通关副本考验演技，我一脸惋惜。妈妈，弟弟才应该补身子，让弟弟多吃点，弟弟才可以长高高。你真是一个不乖的孩子。爸爸很难得的帮我说话。孩子不想吃就不要逼他。听到这句话，妈妈捂着眼睛哭了起来。可是总吃健康食品，女儿会生病的。妈妈，我不会生病的。那你说，你在汤里看见了什么？当然是美味的汤和新鲜的肉。真的吗？可是我今天去看望奶奶，顺便问了医生你挑食的事情。医生说，你就是因为吃了健康食品，才会变得挑食。你把妈妈做的饭都看成不能吃的东西了。真的，我最爱妈妈了。妈妈也爱你。爸爸妈妈那么喜欢我，如果我离开家，爸爸妈妈会担心我吗？空气一瞬间停止。爸爸喜欢你，会支持你的选择。妈妈太爱你了，不忍心让你离开家。你还小，等你长大了，就可以出远门了。极端的爱意会变成控制欲。规则第1条，爱是没有错的，哪怕方式不太对。规则第9条，黑猫是爱你的。这2条规则分别出现在甜蜜的加上首条规则，以及甜蜜的加下的首条规则。爱就是这个副本的污染源，极端的爱，扭曲的爱，既是保护，也是伤害。如果妈妈的爱是控制女儿，把女儿永远的留在家里，那黑猫的爱又是什么？黑猫是从何而来？我站起身，目光坚定地看着妈妈。妈妈，如果你爱我，就应该放我自由。家是温暖的港湾，是归宿，不应该是束缚，是牢笼。不可以，不可以，外面太危险了，你不可以随便离开家，我的宝贝。再等等，再等等，你就和这个家融为一体了。医生说，等到了时间，你就可以回到妈妈的肚子里，妈妈再把你生出来，你所有的悲伤难过都会随着新生儿遗忘。我很想给如此病态的妈妈一个大逼兜，但碍于规则，我不可以做出违背女儿这个身份的事情。晚餐结束，我回到卧室，门锁已经坏到无法反锁的程度，板凳抵住门，睡觉。夜里，我被猫舔醒后，门外是弟弟的声音：姐姐，你睡着没有？门被抵住了，你帮哥哥开下门。哥哥说，只有姐姐开了门，他才可以带我去医院看望奶奶。姐姐，我想奶奶了。姐姐，你说奶奶什么时候会回来？奶奶走的时候还向姐姐求救呢。姐姐，你听见了吗？字字句句宛如催命音符。我能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床底爬出来了，那东西就站在我的床头，双喜守在我的身边，没有动静。如果真的有生命危险，双喜会帮我做最开始的抵抗。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继续睡觉。5天清晨，我走到客厅，弟弟见到我，小跑到窗户边，把客厅的窗帘全部拉开。窗户外又是那熟悉的巨大响声。我从阳台侧面透过窗户，发现这个角度可以看见灰色卧室的窗户，模糊的身影从灰色卧室的窗户坠落。原来窗户之外传来的所有异响，都是有人跳楼的声音。蓝白校服反反复复坠落，原来女儿已经死了。上完网课回到房间，我看见黑猫在破坏卧室的门锁，锁头连着胶带，坠落在地上。我恼怒地挥手驱赶黑猫，黑猫钻进床底。黑猫的立场已经开始发生转变，黑猫躲在床底窥探，绿色猫眼带着凶光。午饭时间，爸爸手握空酒瓶。明天你要考试了，爸爸很关注你的成绩。虽然爸爸很喜欢你，但是你不可以恃宠而骄，只要达到60分，爸爸都会一如既往的喜欢你。
因为冥币贿赂，爸爸对我的要求降到及格，但老师要求必须90分以上，没有考到90分以上的学生需要参加学校组织为期1年的补课。这个为期1年的补习听起来就不像是好东西。妈妈低头舔盘子，似乎并不关心成绩。午饭结束后，阳台外又传来坠落声，这次我清晰地听见坠落声是2声。之前奶奶坐在阳台上，亲眼目睹每次孙女的死亡，因此奶奶的污染最重。下午的网课老师整张脸贴着镜头，十分瘆人。晚上房间里开始腐烂，床铺无法睡人，唯独书架上的情书完好如初。我干脆坐在堵门的板凳上。今夜注定是不眠夜。夜幕降临后，黑猫从床底钻出来，猫在挠门，发出如婴儿一般的啼哭，想要冲出去。妈妈听见猫叫声，用头撞卧室的门，我被撞得来回晃荡。这个状态一直到天亮，早晨6点，所有的冲突戛然而止。我轻轻触碰卧室的门，整个门轰然倒下。爸爸正在把妈妈装进漆黑的垃圾袋里，拖着妈妈出门。弟弟看见我出来，递给我一个可爱的洋娃娃。姐姐，这个给你。这是什么呀？这是哥哥拜托我转交的洋娃娃，我之前一直藏着，没有给姐姐。我以前讨厌哥哥，觉得哥哥是大坏蛋，偷偷的进姐姐卧室，还藏在姐姐床底下。这几天哥哥一直陪我玩，我决定接受哥哥成为家里的一员了。对了，哥哥还说娃娃会代替他一直陪在姐姐身边。洋娃娃漆黑的玻璃眼珠泛着异光，我冷笑一声，直接抠掉洋娃娃的眼珠，连带着拽出棉花里的金属线。我来到卧室，把洋娃娃扔进床底。你是小黑还是跟踪狂？又或者说2个人都是你？黑猫恐惧地往床底缩。至此，我已经知道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了。是爱逼死了女儿，所有人的爱像一个枷锁，牢牢地困住女儿，让女儿感到窒息。妈妈爱女儿，在女儿向妈妈反映过偷拍狂事件后，和老师联系，让女儿在家上网课。爸爸因为在工作上欠下巨额债务，所以对女儿抱有巨大的希望。他无比在乎女儿的成绩，让女儿觉得压抑窒息。女儿离开学校，学校不久就便报道1名男学生失踪事件，失踪的不是别人，就是小黑。小黑爱女儿，一边伪装成充满爱意的画家，阳光向上的少年，和女儿恋爱，另一边又充当偷拍狂的角色，满足自己内心的阴暗，让女儿一直处在恐惧当中。拿刀的是他，假惺惺保护女儿的也是他，相册一直都在小黑手中。小黑画中的女儿与偷拍狂照片里的女儿视角高度相似，那本相册最后的自拍照无非是欲盖弥彰。藏在草丛里的偷拍狂是小黑叫来的帮手，用来摆脱自己的嫌疑。小黑就是偷拍狂，偷拍狂就是小黑。不仅如此，在女儿居家学习后，小黑甚至偷偷潜伏进女儿的房间，窥探她的生活。直到某天，妈妈在打扫卫生的过程中，在地板的夹缝里发现一根黑色毛发。妈妈质问女儿是不是偷偷养了黑猫，而女儿看见那根头发，突然意识到什么，从爸爸妈妈的卧室阳台跳了出去。小黑发现女儿跳楼，从床底跑了出来。爸爸以为歹徒入室，失手将小黑杀死。小黑死后，爸爸将小黑分尸，藏在女儿的床底，再一块又一块装进黑色的垃圾袋里，慢慢运出家。妈妈试图隐藏一切，所以拼命的打扫卫生，防止小黑的头发掉落在地板的缝隙里。而本身就体弱多病的奶奶在阳台晒太阳，见到自己的孙女儿跳楼自尽，受到刺激，突发脑梗死。至于为什么阳台坠落时会发生间隔很近的巨响，那不是回音，那是小黑的幻想，是鳄鱼的眼泪。在女儿跳楼而死的一瞬间，小黑希望自己随女儿一起跳下，这个想法变成执念，在怪谈的世界里化成一声巨响。黑猫是小黑爱的化身，是小黑欲望的化身。就在我意识到大部分真相的瞬间，爸爸妈妈、弟弟，甚至是去了医院的奶奶，全部整整齐齐地站在我的面前。大门打开，不同于原本的黑暗，门外是一片光明。踏出家门，我发现自己脚边靠着一个黑色皮革双肩包。打开双肩包，熟悉的平板电脑、100冥币以及一张纸条，看来这是通关副本后的新手奖励包。背上双肩包，我转头问双喜：“双喜，你去医院要多少冥币？我报销。”主人，我现在没有办法去医院接受治疗。双喜抬起手臂，指着漆黑的走廊：“那里是唯一出去的路，从那里走，主人会进入新的规则怪谈。”那你回贡品塔里休息吧。新的怪谈，我不准备再使用双喜。双喜点头，化作白烟，钻进已经开裂的空白卡片。接着，我展开那张妈妈的纸条。纸条上写着6条规则。苏青雨把妈妈的纸条放进口袋里，手表上显示的时间是上午9点，今天下午4点半到5点半，还有一场考试。苏青雨决定暂时不踏入新的规则，坐在2个规则的过渡处，等待考试的来临。
试卷上所有的文字都是诡异的语言，苏青瑜在副本里记录的笔记又无法带出来，只能另想办法。哇，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吴昕。你为什么没有心脏？我原为沈家少将军，因被皇帝猜忌，剥夺姓氏，偷袭而死。你识字吗？很好，帮我写份试卷。主人，给我你的心脏，我就会帮助你。可以用冥币替代吗？那主人有1万冥币吗？诡异真的没有感情吗？我怎么从吴昕脸上看到了鄙夷？主人，你要庆幸我们不是在副本里相遇，否则主人必死无疑。还真是专爱诡异欢乐多，把你的手给我。主人，试卷给我。吴昕如苏青瑜所愿，开始看平板上的题目。主人，我擅长古文学，不擅长珠算。那你帮我翻译题干，我自己来写。于是，在接下来的1个小时里，吴昕负责翻译鬼语，苏青瑜负责解题。解开的答案，吴昕会再转化成诡异的语言，填写在试卷上。主人，这里不是副本，你为何要答题？吴昕的话一瞬间点醒他，苏青瑜意识到自己差点落入规则的怪圈。考100分是在甜蜜的家副本里出现了的通关要求，但我已经达到 S 级通关标准，脱离副本根本不用在意这个分数。而老师在晚自习上说的是，没有考到90分以上的学生需要参加学校组织为期1年的补课。我担心考不及格会强制进入1年的补习班怪谈，所以参加了考试。但我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每个怪谈都有自己的控制范围。甜蜜的家规则怪谈范围仅限于家、老师、晚自习、考试这些元素，虽然和甜蜜的家规则怪谈有交叉，但是它们应当属于单独的怪谈规则，再结合 B 级通关规则，考满分，得到爸爸的赞赏。看来这个通关方法并不是破解了甜蜜的家规则怪谈脱离副本，而是达成一个危险等级更高的怪谈邀请条件。若达成考满分的条件，则强制从一个怪谈转移到另一个怪谈。怪不得同样是离开家 ，S 级别的离开是通过解开副本真相，发现污染源的本来面目，从而离开。B 级根本和甜蜜的家关系不大，只要求成绩足够高，爸爸赞赏。这个赞赏，想必爸爸也是受到更高级的规则限制，无奈让女儿离开吧。诡异力量再强大，也不可能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达成的情况下，把我强制抓进新的怪谈里。他们只能通过在其他怪谈里埋下引线，等待活人踩雷。苏青瑜试图退出考试界面无果，将平板电脑强行关机，却不料在触碰关机键的时候，试卷竟然自动提交。最终成绩97分，恭喜学生苏青瑜获得优等生称号，玩家获得启明星高中规则怪谈入学通知书1份。9月1日，我一定会准时入学，会一会这个在新手副本里埋雷的启明星高中规则怪谈。这张纸条有没有被污染过？没有，没被污染，说明妈妈的纸条所有的规则都是正确的。如果害怕的话，可以回家，只要回了家，你就永远只是妈妈的好女儿，妈妈会保护你一辈子。这条规则是告诉我，如果回头，我可以永远以女儿的身份生活在甜蜜的家规则怪谈里，成为一名 NPC。不过我可不会化身诡异为虎作伥。走吧，该去下一个副本了。副本无限走廊开启，试炼人数3人，难度3颗星。你们是人是鬼啊？1、2、3、4，怎么会有4个人？我脑海里副本开启的声音告诉我，这个副本只有3个人。冷静点，无心是诡异。那你呢？你们是一起出现的，难道你也是诡异？我是人类，也是这个副本的试炼者之一。你好，我叫文雪茶，刚刚死里逃生，从一个名叫甜蜜的家规则怪谈里跑出来。我叫李林，也是从甜蜜的家规则怪谈里出来的。爸爸妈妈不在家的时候，我陪伴奶奶，劝奶奶吃饭，帮奶奶清理身上的污秽物。奶奶被我哄得很开心，把通关规则给了我。那个平板电脑可以上网，我在网上搜索答案，然后考了100分，成绩单给爸爸后，爸爸夸我足够的成功，已经可以离开家了。我也是哄奶奶开心，帮妈妈打扫家务，帮爸爸还钱。你是怎么帮爸爸还钱的？爸爸说要弟弟的2只脚和我的2只手，我帮爸爸抓住弟弟，把弟弟的手脚都砍给了爸爸。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这么彪悍？当然是因为我不想死呀，我能有什么办法？我也很绝望呀。李林有些小聪明，胆小却细心。文雪茶看似人畜无害，实则果断勇敢，各有各的优点。我怎么没想到这个方法呀？该死的！我虽然考了满分，但是平板电脑识别出我作弊了。我收到了这个。我缺考，没收到录取通知书，但收到了补考的通知。我考了满分，
获得优等生的称号。入学后学校会颁奖给我，那个学校一看就很危险。9月1日我肯定不去。我虽然没收到，但是平板电脑的考试界面提醒我7天后参加补考。7天之后仍然不参加，是无限次收到补考邀请，还是有其他状况发生？上面有字。3人走上前，金属牌匾上刻着字：各位住户，启明星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致力于为每位用户提供优质的物业服务。无论您出于什么目的离开家进入走廊，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则，以保证自身安全。无限走廊规则上：1. 本小区为老旧小区，老式单元楼并未安装电梯，下楼请走安全通道。记住，本栋楼绝对没有电梯。如果看见电梯，请闭上眼睛，默数到10再睁开眼，幻觉会消失。2. 安全通道有2处，东边1处，西边1处。东边安全通道正在维修，离开请走西边安全通道，不要进错安全通道，那里很危险。3. 安全通道上方有绿色标识，通道只能向下，不能向上。4. 你的邻居都比较热情，他们会和你搭话，你可以和他们聊天，但千万不要接受他们的邀请，更不要去他们家中做客。5. 近期因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楼层里经常会出现戴工帽的人，不要惊慌，他们完成工作就会离开。6. 每栋楼一共7层，有2名保安负责巡逻工作，身穿黑色制服，手拿对讲机的是保安，有问题可以向他们求助。7. 方向感是非常重要的，请保持清醒的头脑，必要时可以借助工具。可恶！我明明已经从那个闹鬼的屋子里跑出来了，怎么又看见了这个该死的规则？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彻底逃出去？你应该感谢规则，规则可是我们的保命符。文雪茶在心里默念规则，然后把规则牢牢地记在心里。他们所在之处是住户的前室，3户人家门口的公共空间，3户人家大门紧闭，门的上方挂着门牌号。左手边是安全通道，看不到尽头的向下楼梯。我们赶紧从安全通道离开吧。这个怪谈名字叫做无限走廊，说不定我们走出这栋楼就可以离开这个怪谈了。这里是7楼，这个安全通道还有向上的楼梯。这里就是7楼，坚定自己的认知，不要怀疑。规则里说，东边安全通道正在维修，离开请走西边安全通道。哪边是东边？哪边是西边？我们先去看看走廊那边是什么情况。规则只说安全通道只能向下，不能向上，没说走廊之间不可以走回头路。我们现在只看见无限回廊规则怪谈上，还需要找一找规则下。好。悬空走廊连接东侧和西侧住户，走廊边是黑色的铁栅栏，站在护栏边放眼望去是另一栋楼。你们看，那边人是不是在向我们求救？他还竖着 SOS 的牌子。所谓的无限走廊，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尽头？别大呼小叫的，我们还没开始走呢，你怎么知道走不出去？要对自己有信心啦！如果你自己都不信自己，那最后真的只剩下死路一条。他们刚刚所在的地方是701、702、703户人家，走过走廊后是704、705、7063户人家。苏青瑜的贡品卡里没有指南针这种东西，于是苏青瑜打开平板，在里面找指南针软件。太好了，有指南针。指南针先是快速转了3圈，然后指出701、702、703的方向是西侧。我们从那边的安全通道下去。规则里说可以借助工具，原来工具指的就是平板电脑。稍等，对面楼的窗户上可以看见阳光的倒影。规则里说过本小区是老旧小区，每栋楼一共只有7层，所以我们刚刚在走廊上看见的无限楼层只是受到那东西的干扰而产生的幻觉。手表上的时间和平板上的时间一致，都是下午6点。结合到刚刚看见的阳光，我判断太阳是正常存在的，只是我们直接抬头看不见，只能通过对面楼的玻璃判断太阳的位置。利用手表可以判断东南西北，时数折半对准太阳的方向。12点指的就是北方，现在是下午6点，为18时，18除以2等于9，将9点位置对准太阳方向，12点位置所指的方向便是北方。指南针是误导，704那边的方向才是西侧。你说指南针是误导项，那你的手表不也能是误导？你可以选择相信，也可以选择不相信。这个怪谈世界坏得很，经常会误导我们，谨慎点是没错的。我也觉得那个指南针软件是陷阱，因为软件刚打开的时候转的那几下很古怪。哎呀，等等我呀！在楼梯的转角处蹲着一个哭泣的小男孩。呜呜呜，我的黑猫不见了！大姐姐，你可以帮我去楼上找找我的猫吗？规则第4条，你的邻居都比较热情，他们会和你搭话，你可以和他们聊天，但千万不要接受他们的邀请，更不要去他们家中做客，不可以哦。小弟弟，姐姐还有其他事情，没办法帮助你。那大哥哥，你可以回家帮我找一下妈妈吗？我的妈妈就住在701室。我没时间，
你问那个大哥哥。诡异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活人试炼者，在他的眼里，吴昕就是毫不相关的路人甲。大哥哥，你在指哪里呀？我问的是你呀。小朋友啊，你妈妈就在楼上，你也认得家不是吗？你自己是个独立的小男子汉了，要靠自己找妈妈。你们有3个人，竟然都不帮我！呜呜呜！你们真是冷血无情的大人。苏青瑜不再和这个孩子纠缠，而是继续下楼。明明去我家才是最好的选择，不过没关系了，我们还会再见面。妈妈说过，好孩子要耐心等待，汤总会来的。于姐，那个小孩也是诡异吧？副本里不仅有诡异，还有被轻度污染的人类。什么是污染？什么是变异？你把污染理解成腐烂，污染源是吞噬正常人的理智，让他的躯体异化变质，等腐烂到一定的程度，人类就会变成诡异，变成为污染源服务的诡异。既然有污染，那就把污染消灭掉呀。一般情况下，消灭污染源确实可以解开副本。3人一边下楼一边交谈。苏青瑜到达第6层后就停下步伐，李玲瞬间撞到了文雪茶的后背，差点往后倒下。小心，通道只能向下，不能向上，你如果往后倒，就违反了这条规则。谢谢。刚刚那个小男孩正扒着楼梯扶手向下看着我们，不用理睬。苏青瑜拉着文雪茶的手腕，直接走出安全通道。于姐，我们都已经判断出这边就是西侧的安全通道，为什么不继续向下？想想规则第7条，方向感是非常重要的，请保证清醒的头脑，必要时可以借助工具。方向感？奇怪啊，这里的门牌号怎么变成601、602、603了？我们下来时，西侧安全通道对应的几户门牌号应该是704、705、706。东西方向发生变化了。规则第2条专门提醒试炼者不要进错安全通道，进错安全通道很危险。苏青瑜在安全通道门口找了个相对宽敞的地方，屈膝坐下。现在天黑了，没办法靠太阳辨别方向，不能排除门牌号也被污染的可能。我的计划是等到天亮之后再行动，你们随意。我也等天亮。我也。李玲话还没说完，3人就听见开门声。603室有东西出来了。老奶奶拄着拐杖走出门，她的胳膊上挽着水果篮子。吴昕看见老奶奶的水果，露出嫌恶的表情。诡异讨厌的食物，也就是人类可以吃的食物。可怜的孩子呀，你们怎么坐在这里呢？外面多冷呀！快进我的家里坐坐吧，我给你们烤小饼干。如果可以的话，奶奶你可以给我一些水果吗？于姐，诡异的食物不可以随便乱吃。无妨。这些水果又酸又涩，怎么可以给你们吃呢？奶奶，我不介意的。妈妈的纸条，第2条规则，记住，不要相信陌生住户的话，更不要去他们家做客。老奶奶邀请我们进屋是陷阱，倒是老奶奶藏着掖着的水果是真正可以吃的食物。我儿子在屠宰场工作，家里晚上做烤全羊呢，香喷喷、肥嫩多汁的烤全羊，想起来就流口水哦。烤全羊，怕是我们这些失恋者前脚进入你家，后脚就被做成烤全羊了吧？我是女孩子，不吃烤全羊那么油的东西，只要一点水果，我就会很满足了。苏青瑜无比真诚地望着老奶奶，让作为邻居的老奶奶无法拒绝。哎，这里太冷了，我家里还有暖炉，你们真的不要进去坐坐吗？谢谢奶奶，真的不去。你要是改主意了，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家，我家就在603室。无限走廊规则第1条，记住，本栋楼绝对没有电梯。如果看见电梯，请闭上眼睛，默数到10再睁开眼，幻觉会消失。闭上眼睛，默数10个数。本栋楼绝对没有电梯，可是为什么电梯如此真实的存在？10、9、8、7，这个节奏对不对？有没有少数？睁开眼睛吧，诡异已经离开了。电梯真的消失了，第1条规则是对的。哎呀，不能乱吃了。你在第1个副本里吃了什么东西？当然是那个健康食品啊，黄豆酱拌米饭，量少的可怜。于姐，可以把那个苹果给我吗？第1个副本我什么东西都没吃，现在要饿得眼冒金星了。不可以，我们是队友啊，你怎么可以这么自私？作为同行的小伙伴，我只可以给你们一些提示。第一，诡异会用各种方法杀死你，但一定会留一条活路，所以这个副本里肯定有可以食用的食物。第二，逃离副本的前提是拥有健康的身体，如果你的身体很虚弱，就会很容易被诡异趁虚而入。最后，我没你们想象的那么可靠。于姐，我们合作吧。那个李林不堪大用，该小心谨慎的地方咋咋呼呼，该勇敢向前的时候又畏畏缩缩。第1个副本难度是1星，这个副本难度是3星。于姐姐，其实我们才是一类人，
刚刚那个老奶奶在递给你苹果的时候，我从她的水果篮子里抽到了一张纸条。于姐，如何？至少这一关我们联手吧。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我们互相交换吧。贡品可以感受到主人的心思，心意相通。无心看向文雪茶紧握在手心的纸条，他向苏青雨点头，示意纸条不是伪造的。行，我这个人最爱交朋友了。作为同住一栋楼的好邻居，你需要尽可能对其他住户保持友善。如果其他住户对你太粗鲁，你可以给他们的嘴巴缝一个笑脸。2，你可以热情地和其他住户交谈，并邀请他们进家里做客。记住，先别告诉他们家中的本来面目，你要给他们一个惊喜。3，当心在走廊里巡逻的保安，他们总喜欢多管闲事。4，如果你要出门，可以乘坐电梯，也可以走东边的安全通道下楼。5，这栋楼里混进了坏人，如果看见坏人，记得紧闭房门，谁也不要出来。在规则怪谈的世界里，身份和认知是非常重要。试炼者的身份就是7楼的住户，所以刚刚在和老奶奶的交谈中，如果我粗鲁的出手抢夺食物，肯定会被老奶奶逮住缝嘴巴。为什么我完成第1个副本后，没有拿到妈妈的纸条？明明我已经把妈妈哄得很开心了，难道我的演技不够？说不定这个纸条是我手写的，为了骗你的情报。不，于姐肯定不是坏女人，因为漂亮的女孩子是不会骗人的。晚上，文雪茶贴着苏青鱼睡着了，李玲也靠着墙睡在一旁。啊，鬼，有鬼！太阳出来了，我们继续下楼吧。走吧，对面是西侧安全通道，我已经用手表计算过方向了。他们穿过走廊，走到西侧，顺着安全通道的楼梯往下走。苏青鱼听见身后传来蹦蹦跳跳的声音。无心走路是不发出声响的，这是第4个人的声音。你们听见什么奇怪的声音没有？动作快点！那个东西不是住户，是污染严重的诡异，绝对不能让那个东西进入第5层。这里是几楼呀？这里是5楼。那我要去7楼。终于走了。还没走。你们在这里做什么？无限走廊规则上第6条，每栋楼一共7层，有2名保安负责巡逻工作，身穿黑色制服，手拿对讲机的是保安，有问题可以向他们求助。妈妈的纸条第5条，保安大叔人不错，他们不属于物业，是外聘人员，有问题的话可以向他们求助，他们会很乐意帮助你。保安的手上拿着对讲机，规则里说过，向保安求助可以获得保安的帮助，保安是好人。保安大叔，是这样的，刚刚我们下楼的时候，身后跟着一个坏人，那个人应该不是这栋楼的住户，希望你可以帮我们赶走他。没关系的，你们把门打开，我来和他说。这位客人，我查到你登记的是拜访第7层住户，这里是第5层，不属于你要去的楼层，请去第7层。如果你还在走道里闲逛，我就会把你驱逐出去。这个东西竟然有些害怕，他不敢顶撞保安，2只腿挥舞着，想要解释些什么。还不快点离开！那东西挪了挪自己的头颅，蹦着上楼。保安大叔，实在是太谢谢你了。不用这么客气，这是我的工作。最近这栋小区正在翻修，经常会进来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如果遇见了，你们也不必太害怕，他们只是一些迷路的客人。如果他们像刚刚那位客人一样粘着你们不放，只需要告诉我，我会帮你们驱赶。那大叔，我应该怎么联系上你呢？保安大叔拨了拨自己的对讲机。我一直在楼层里巡逻，很容易遇见。如果你们想找到我，可以通过4楼东侧安全出口边上的电话打给保安室，保安室的同事会通过对讲机告诉我。对了，保安室的电话号码是5个4。说完，保安大叔走进西侧的安全通道，沿着楼梯向上走去。不是说楼梯只能向下，不能向上吗？难道保安大叔也不是人？505室的房门是虚掩着的，那里传来一对小情侣吵架的声音。我早就说了，你乖乖在家里带小孩就可以，不要天天想着去投资。你投资的那个破宾馆有什么用？几十万投进去，连个水花声都没听见。可那个宾馆是启明星集团所开发的项目呀，当时他们保证可以获得3倍的回报的。天上根本就不会掉馅饼，就算是掉下来馅饼也会砸死人。你太糊涂了，我们房子的首付投进去就算了，你还借钱投资，现在这几10万的坑，我们该怎么填？等宾馆开业就可以还上了。此时，房间里又传来婴儿的啼哭声，这已经是我第N次听见启明星这3个字了。从之前得到的信息可以知道，启明星集团是一家在怪谈世界里极具影响力的商业巨头。用手表判断方向，我们趁着天亮继续下楼。刚到4楼，就发现走廊里密密麻麻的焦黑人群。妈呀！李林吓得腿发软，竟然想往楼下跑。文雪茶一把抓住他，还没判断方向呢，这么下楼，你是找死吗？不跑就会死得更惨。
那些焦黑的人身体里好像还有火在燃烧，他们全部都在痛苦挣扎。好烫，好烫的了。所有人的嘴里都在念叨着这句话。你不要挤我，你才不要挤我。怕什么？还有其他规则没有找到，我们每一层都得看一看。我用手表判断方向，果然，我们需要穿过这个挤满了焦尸的走廊，从对面的安全通道下楼。墙壁上安装着白色的电话，我拿起电话，拨通了保安室的电话。喂，这里是保安室，有什么事情吗？是这样的，我和我的朋友现在在4楼，4楼的走廊上挤满了人，我们想下楼，但是穿不过走廊，你们可以安排保安过来，帮我们疏散一下人群吗？你们待在原地不要动，我们现在就安排人手过去。你们也可以从东侧的安全通道下去，那里已经维修过，可以正常使用了。东侧的安全通道如果恢复，我们就从这边下去吧。我好怕这些焦尸挤过来，双拳难敌4手，更何况这些怪物这么多。刚刚电话被污染了，在滋啦滋啦声前是保安室的声音，滋啦滋啦声之后是那东西的声音。有吴昕在这里，他是我的人，必要时候他会出手。我一直想问，这个吴昕小哥哥是于姐的是什么？是什么？我可不是阴阳师，我倒是觉得自己把诡异带在身边，更像是养小鬼，我是要付出代价的。你们不用太在意他，他不会伤害我们。没多会儿，穿着黑色制服的人从楼上下来。这个保安不是我们刚刚见过的那个人，手上没有黑色对讲机，不过也不排除对讲机放在了口袋了，先观望观望。太好了，保安大哥，你终于过来了。那群东西一直堵着路，好可怕，麻烦你帮忙把走廊清空。保安大叔笑着指了指旁边的消防栓。你的意思是用灭火器帮他们灭火，他们就会离开？保安大叔也不说话，只是点了点头。李林和文雪茶正准备打开消防栓，从里面拿灭火器。大叔，你的那位同事呢？这名保安摊了摊手，摇头，不说话就很古怪。合理的推测是说话会露馅，所以不说话。你们两个别弄那个消防栓了，我们是请保安大叔过来帮我们解决问题的，而不是让保安大叔指导我们解决问题。搭把手也没什么。大叔，你的对讲机呢？不如用对讲机和你的另一个同事联系，让他也过来帮帮忙吧。保安咧着嘴笑，一直指着消防栓。这时，刚刚那个熟悉的国字脸大叔从安全通道跑了下来。是你们找我耶？这个人是谁？不是你同事吗？我的同事在1楼巡逻，这个人不是我的同事。说完，保安大叔一把抓住那个冒牌货的衣领，冒牌货的黑色制服连着脸皮和头发一起被拽下来，里面是同样焦黑的尸体。大叔举着焦尸，把他从走廊上扔下去。都给我滚回家去，不然我就把你们都扔出去。那堆挤在走廊上的焦尸，一个两个争先恐后的往身后的404房间里躲。凡是没有及时回家的，保安都一手一个，把他们往走廊下扔。大叔，又麻烦你了。幸好我及时赶来，你们还没受到他们的蛊惑，用灭火器给他们降温。这群东西一旦温度降下来，就会变得非常厉害，到时候可能连我也对付不了。嘿嘿，还是要步步谨慎。对了，保安大哥，你身上有没有吃的呀？我肚子好饿，这里又买不到什么东西吃。保安大叔从口袋里掏出半袋切片面包，扔给李林。昨天晚上剩的，你们3个分分，将就着填饱肚子吧。如果你们饿了，可以问问这里的住户，他们很热情，一定会乐意给你们一些吃的。我们去下一层吧。不急，先好好检查这个楼层。在第4层的走廊上，我在焦炭渣渣里找到新的规则。无限走廊规则下，8，如果你在安全通道里发现有人举止怪异，并一直跟随你，请保持镇定，立刻远离，并将此事报告给保安室，保安室会安排人来处理。9， 1楼有小卖部，你可以购买任何你需要的东西，就算没有钱也没关系，你可以帮小卖部的老板打扫干净门前的垃圾。无论你看见什么熟悉的东西，记住，那都属于垃圾。10，经营小卖部的是本栋楼的住户，她是一位独居老太太，请不要认错人。11，再次提醒，本栋楼只有7层，没有地下车库，更没有未拔钥匙的车子。12，请记住你见过的每一位邻居，如果看见陌生的面孔，立刻呼叫保安。如果保安认出陌生人是混进楼层的罪犯，请拨打报警电话，报警电话是6521。13，不要报假警，在警察来到之前，控制住罪犯。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规则第12条，报警电话被烫掉一个数字。如果没有得到妈妈的纸条，我在打报警电话的时候，最倒霉的情况是需要尝试10次。我把规则拿到吴昕面前，吴昕摇了摇头，表示规则没有被污染。至此，这个副本里主线规则全部到手，且都是真的。李哥，保安说这个面包是给我们3个人的。说是给我们3个人，但也是我冒着生命危险要过来的。诺，我只能给你这么多，算是谢你之前救过我。我已经连续饿了好几天了，
这点面包还不够我塞牙缝。说完，李林狼吞虎咽，把面包全部吃掉。至于我，李林记仇，完全没有分给我的打算。等到了1楼有小卖部，就可以买东西吃了。拿到新的规则，我们继续下楼。住户规则的第5条，这栋楼里混进了坏人，如果看见坏人，记得紧闭房门，谁也不要出来。6楼遇见老奶奶，住在603； 5楼遇见情侣吵架，住在504； 4楼遇见僵尸，住在404。但在7楼的时候，没有任何住户出门，这就说明在当时7楼很可能有危险，没有住户敢出门。坏人藏在第7层的哪里呢？李林和文雪茶的恐惧不是装的，这2个人应该不是诡异伪装的，确实是试炼者。如果规则里提到的坏人没有潜藏在我们中间，那就说明坏人是因为特定的理由没有出现。妈妈的纸条里提到，这栋楼前不久混进来杀人犯，住户规则里的坏人和妈妈的纸条里的杀人犯是不是一个人，犹未可知。继续下到第3层，我闻到很浓的血腥味。302走出一位大腹便便的富商，他的裤腰带上挂着一串钥匙。哈喽，竟然有2位小美女呀！你们是住在这栋楼的住户吗？我瞅着有点面生啊，要不要来我家玩？我家也有个女儿，我生意做得大，但是时常不在家。我女儿天天叫着无聊，让我多帮她带些好朋友回家。不用了，大哥，你跟前有吃的吗？我家里有重金请过来的大厨，今天在做全牛宴，整只牛刮下来的肉，各种风味都有。你要的话，我可以让厨子送些出来。那太好了。富商对着屋子里喊了一句：“这是肥牛，提前腌制入味，焖得很。不够的话，可以去我家里吃。”够了，够了。离开第3层的时候，我注意到那个富商拿出钥匙，走过走廊，打开了304的房门，无心盯着李林手中的那份牛肉，伸出猩红的舌头舔了舔下唇。李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根本没有察觉出异常。文雪茶眼巴巴地看着李林，他也饿了。规则第9条提到，1楼有小卖部，可以购买任何需要的东西。或许在小卖部里使用冥币，可以购买到食物。到达第2层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下山。205室的门打开，里面是一群老头老太太排成排坐着。天黑黑，路黑黑，林里冒出个俊哥哥。这是一个老年合唱团，这童谣里的富爹爹很容易就联想到3楼刚刚遇见的那位富商。如果富爹爹指的是富商，那么廖妹妹就应该是富商的女儿。在太阳即将落山的前夕，我用手表判断好方向，然后来到1楼。太好了，我们终于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了。要是真的这么简单就能出去，那就好了。1楼是2家小卖部，一家在东侧，一家在西侧，根本就没有出去的路。出口呢？这明明已经是1楼了，为什么会没有出口呢？这里还有安全通道，难道我们还需要再下1层才可以找到出口？可是规则里强调，这栋楼只有7层，如果我们下去了，不就代表这栋楼不只有7层？太阳已经下山，我们需要在1楼休息一夜。我观察了一下2间小卖部，从外表看，2间小卖部的布置大差不差。一间小卖部的门口坐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在织毛衣，而另外一家店铺的店主竟然是住在604室的那个老太太。于姐，你之前吃过她的水果，我们去找她买东西吧。那家并不是小卖部，那个老太太就是这栋楼的住户呀，我们在6楼见过她。规则里说的是独居老太太，我们确实在6楼见过她，可你们别忘了，她说过她有一个儿子在屠宰场工作，晚上会回家给他做烤全羊。我走到织毛线的老太太那家小卖部，此时6楼的老奶奶叫住了我：“闺女儿，过来过来。”我说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原来刚刚见过呀。你还记得奶奶吗？奶奶我啊，这里有好东西，我这里新进了大苹果，又脆又甜，还不要钱。奶奶，不用了，我已经吃过你2个苹果，怎么还好意思再找你要？这里就有小卖部，我自己买一些就好。隔壁是家黑店，里面东西贵得要死，与其便宜那个老不死的，还不如来我家呢。老奶奶，我想买5袋面包和1个睡袋。我也要面包，要10袋，我还要5瓶水，一共350。幸好我还有随身带现金的习惯，不然在副本里无法用手机，不可以电子支付，那就麻烦了呀。你给我的是什么东西？我要这些废纸做什么？我这里收的是冥币，不买东西就不要在我店门口挤着，等着我发财。冥币？怎么会是冥币？对不起，我拿错了。请问有需要我帮忙的吗？我可以帮你打扫一下店门口的垃圾，以换取一些食物。我这门口根本就没有垃圾，不需要你帮忙。我要5个面包和1个睡袋。面包31袋，睡袋500一个，总共530冥币。
卡卡，看不出来，我们这栋楼里还有那么有本事的小姑娘呀！我这店里还有其他东西，你要看看嘛，都是刚进的货，有自热火锅、自热米饭，各种新鲜水果，或者你想吃啥可以和我这个老太太说，我现在就去给你进货。幸好自己没有看错人，早早和于姐合作，出场就带个式神。于姐明显是有本事的，现在买东西连小卖部的诡异老太太也礼让3分，更说明于姐深藏不露。于姐，之前是因为我太饿了，所以语气不太好，您担待啊。你不用道歉，我不介意，我并不在乎这些，相反，我还慷慨地给了李林和文雪茶一人1袋面包。这么做不是良心发现，而是我想通了第7层的住户为何大门紧闭。按照住户规则，第7层肯定有隐藏在暗处里的坏人，这个坏人没有在一开始出现，很大可能性是因为我们3个人都活着，3个大活人不容易下手。于姐，您可真是我的大恩人，后面过副本，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我李林绝对听从。我也是。夜幕降临，2家小卖部都在午夜12点的时候关门闭店。6楼的老奶奶迈着蹒跚的步伐，用拐杖戳了戳白墙。电梯出现，我闭目数到10，没有听见脚步声，也没有听见电梯关闭的声音。睁开眼睛的时候，没想到老奶奶竟然弯着腰的蹲在我们3个人面前。嘿嘿，你们闭着眼睛做什么呀？在玩躲猫猫吗？啊！妈呀！我们在这里休息片刻。老奶奶把小卖部的钥匙放在地上。1楼的走廊经常会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往往，在这里休息不安全，你们可以去我的店里休息。丢下钥匙后，老奶奶进入安全通道，走楼梯上楼。于姐，这个老奶奶是不是好人呀？晚上在走廊里睡确实不安全，我们不如进小卖部。规则第4条，你忘了呀？你的邻居都比较热情，他们会和你搭话，你可以和他们聊天，但千万不要接受他们的邀请，更不要去他们家中做客。小卖部不算是家吧？这把钥匙和3楼富商腰间的钥匙相同，都是住户的钥匙。夜间，5、6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工人搬着梯子从安全通道走上来。让一下，让一下，别挡路。无限走廊规则第5条，近期因老旧小区改造任务，楼层里经常会出现戴工帽的人，不要惊慌，他们完成工作就会离开。他们进入走廊，敲敲打打一整夜，直到太阳升起才准备离开。大叔，你们这么多人是怎么离开这里的？建筑工人不予理睬，他跟随大部队从安全通道离开。他们的衣服上有启明星集团的标志。妈妈的纸条第4条，我们的物业公司只知道收钱，从来不干活，更不会管理楼层。这说明建筑工人不是启明星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的人。于姐，这里已经是1楼了，我们应该怎么办？继续下楼。可规则里说这里只有7层，没有地下室。我们现在只有3条路。第一，试图小卖部有没有暗门，我的判断是小卖部也属于住户的家，如果进入会触犯规则死亡。第二，电梯，这是规则里强调过的危险之地。第三，就是西侧的安全通道。如果让我继续下楼，还不如让我在1楼待着，这里好歹有小卖部，可以买到吃的。现在能多活1天都是奢望。还记得第1个副本的家吗？随着时间的增长，家污染越来越严重，你们想留在这里，就不怕重蹈覆辙。小卖部的卷闸门打开，老太太坐在小马扎上开始织灰色毛衣，一边织一边念叨：老头子，毛衣就快织好了，你很快就可以换新衣服了。到达下一层，我站在安全通道里向外看去，看见空旷的停车场。李林揉了揉眼睛，他看见爸爸妈妈正在向他招手。好孩子，快过来，我们一起回家。回家？我真的好想回家。我看见出口了，我要回家，把门打开啊！我的妈妈接我回家了。刚刚我怎么了？你被污染了，认知产生了错乱，是于姐救了你。为什么只有我被影响啊？因为只有你吃了富商给的肉。地下停车库是不存在的，所以刚刚看见的一切都是幻觉。继续往下走了将近15分钟，我终于看见安全通道的门，门外竟然是第7层，我们最开始下来的地方。我重新在第7层转一圈，除了铁牌子上已经发现的规则，无其他特殊东西。我们刚刚上来的安全通道门自动关闭，用手表辨别方向，判断出704、705、706的方向是西侧，方向和第1次是相同的。我敲响701的房门。你们找谁？是一个小男孩，拜托我来找你的。他说他是你的儿子，在楼梯转角处等你。你胡说什么？我儿子早就过世了。吃瘪的我摸了摸鼻子，顺着安全通道向下，先前的那个小男孩依旧蹲在拐角处哭。李林和文雪茶均视而不见，快速前往第6层。我停下脚步，我需要找到通关规则，否则楼梯循环多少次都是一样的。
小姐姐，你刚刚是上楼帮我找妈妈了吗？你妈妈就在家里，你可以自己回家。我是个孩子，她不接我，我怎么回家？妈妈一定是不要我了，我就知道她早就想抛弃我，和那些怪叔叔在一起，说是和我玩躲猫猫，实际上是要把我丢掉。怪叔叔是谁？前段时间，一群怪叔叔从窗户进入我家，他们抢走了我的妈妈，要关上卧室的门和妈妈玩游戏。我不乐意，妈妈就说和我玩躲猫猫，让我藏起来数到1000。我数啊数，妈妈却从来没有找过我。呜呜呜，妈妈一定是不要我了。你妈妈很爱你，她会找到你的。如果我再遇见你的妈妈，会告诉她，你希望她来接你回家。真的吗？我一定会把话带到。大姐姐，你真好，和我之前遇见的人都不一样。作为奖励，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好多人都困在这里了，只有那些戴着黄帽子的人知道怎么出去。戴黄色安全帽的施工队，可那些戴着黄帽子的人话很少。大姐姐，你忘了，叔叔也有一顶黄帽子，只是每天回家之前会摘下来。在甜蜜的家副本里，爸爸提到过，他在启明星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各个项目之间调人手，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妈妈的纸条，妈妈全职在家，在外面你不会遇见妈妈，爸爸会出去工作，迷路时，你如果遇见爸爸，可以向他问路，请辨别那个人是你的爸爸。现在我需要找到爸爸。在我盘算间，文雪茶已经和6楼的老奶奶交谈了好几个来回。奶奶，为什么你每天都要去1楼呢？奶奶在1楼做生意，你们几个小年轻，一口一个奶奶叫的亲切，买东西却只光顾隔壁那个老太婆，让奶奶好寒心呀。小姑娘，对面那老太婆究竟看见了什么？为什么对你态度这么好？奶奶想知道呀，只要奶奶告诉我怎样离开这栋楼，我就解答奶奶的疑惑。想离开这栋楼呀？坐电梯到2楼就好了，那东侧的安全通道也可以下去。你下到地下室，跟着车从车库出口离开。老东西，坏得很，字字句句都在把我往死路上面指。我们继续下到5楼，505室的小情侣已经不再吵架，黑发女子抱着啼哭的婴儿坐在地上。女士，你没事吧？因为投资失败，我的男朋友要和我分手。呜呜呜！若不是为了我的孩子，我就不活了。你可以回娘家呀，离开这里，带着孩子回娘家。出不去的，这里出不去的。那群家伙故意的，他们害怕，他们不报警，他们眼睁睁的看我们困在这里，我们都会被困在这里，困死在这里，永远永远，哈哈哈哈！困在这里，直到皮肤发皱、肾脏衰竭，哈哈哈哈哈哈！脸，这是老人的脸。婴儿的身体却长着一张老年人的脸。走，于姐，这个女人是神经病，我们快点走。等等，是谁故意把你们困在这里？还有谁？除了这该死的物业公司，还有谁？你刚刚说物业公司害怕，他们怕什么？想知道这些吗？去帮我的孩子买一些牛奶吧，喂饱我的孩子，我就会告诉你你想知道的事情。好，奉劝你们一句，3楼和4楼的事情，你们最好都别管。3楼是富商，4楼是教师。我们一行人来到4楼，4楼的教师已经消失。走廊上站着一个穿着保安制服的帅气男人，黑色口罩遮住半张脸。帅气男人抬抬手，礼貌地打声招呼。男人的口袋里露出黑色的一角，像是对讲机的拐角处。保安大哥，你怎么在这里啊？4楼的固定电话线不知道怎么被老鼠咬断了，有人打电话报修，我过来看看。你的声音说是来维修，你怎么没带维修工具？先上来看看，维修的事情我也不会。这几天巡逻，吹了风，嗓子哑了，声音有点难听，希望你们不要介意。我检查了固定电话，线是整整齐齐断开的，上面没有老鼠的牙印，更像是剪刀直接剪断的。保安在撒谎。保安大帅哥，可以给我一些食物吗？我可帮不了你，楼下不有小卖部吗？你可以去那里买。帅哥，那你知道怎么离开这栋楼吗？就正常走出去啊。你这个问题问的可真怪。是从1楼离开吗？我们小区正在参加老旧改造项目，1楼的大门被封了起来。想要离开的话，你们可以从1楼小卖部的后门出去。楼梯间里的小男孩说跟随施工队可以离开，帅哥保安说1楼的小卖部后门可以离开，谁真谁假犹未可知。这样吧，你们可以在1楼等我，我把电话线修好之后可以送你们出去。李林和文雪茶听到这话，两人都面露喜色。一踏入3楼，血腥味扑面而来。
3楼的富商手捧着一个托盘，托盘上红色绒布盖着凸起的物体，血腥味正是从这个东西上面发出的。漂亮的小姑娘，又遇见你们了，你们改主意了吗？要不要来参加我家的晚宴？不用了，叔，你手上托着的是什么东西啊？这可是我的财神爷，前些日子我专门去山里请的大师，帮我雕了这财神，等了好些时日，焚香沐浴斋戒，才终于把财神请进家门。叔，你供奉的是哪位财神爷？富商神秘兮兮地竖起5根手指，5路财神全部请回家。我供奉的是五通神，四神者必是巨富。这五通神可比那普通的财神厉害多了。自从供奉了五通神，我的生意就蒸蒸日上。不到1年的时间，不仅还清了1000的赌债，还买了大楼。亏恨！我从未听过五通神的名号，还想多问几句。302的房间里传来年轻女子愤怒的声音，打断我的计划。爸爸，你是不是又请了神像回来？请神容易送神难，我早就和你说过，我的身体根本就吃不消。我女儿叫我了，失陪。我听我的太奶奶说过，这五通神不是什么正牌神仙，而是邪神。五通神见不得光，他以前生活的山里有祭祀五通神的秘密银祠，信徒会钉妇人于桩上，用来献祭。听说如果好好供奉五通神，会带来横财，而且比供奉正规神佛来的迅速。如果怠慢，会降下可怕的祸患。邪神啊！我指了指302的门，你们2个看着点，如果有动静向我打手势。于姐，你要做什么？我走到302室的门前，抬手轻轻敲了敲。302的房间里也传来2声叩门声。你能听见我说话吗？可以听见的话，敲一下门。你是不是被富商关起来的？是的话，敲一下门。在第一次来到3楼的时候，富商是从302室走出，穿过走廊，打开304室的大门。所以说302室和304室都是富商的家。你可以说话吗？里面没有回应。不可以说话，是被堵住了嘴巴，还是被割掉了舌头？是不是富商强迫你们留在这里的？是的话，敲一下门。你知道出去的路吗？知道的话敲一声，不知道的话敲2声。门那边停顿了几秒钟，才被敲响1声。门那边的人犹豫了。我给门内的人画大饼，你保护好自己啊！有机会的话，我会救你出来的。就个锤子，不提供通关线索，一律按无用诡异处理。我们继续下到2楼，205室的老年合唱团依旧在放声高歌。天黑黑，路黑黑，林里冒出个俊哥哥。歌词里的俊哥哥让我想到了那个模样帅气的保安小哥。这时，最后一排穿着黑色寿衣的老头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好似被什么东西卡住，痛苦地捶打着胸口。里面的老人家乱成一锅粥。这时，一个老太太对我们招手，示意我们过去帮忙。我们快跑吧，他们都不正常。如此逃跑，有违邻居之间互帮互助、团结友爱的形象。爷爷奶奶，对不起啊，我们没有学过医，胡乱施救和害人无益。爷爷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需要专业的救治，还是快点打电话叫医生过来帮忙吧。叫医生来不及的话，也可以找保安帮忙。保安经过专业的培训，肯定比我们3个人要管用。住户规则第1条和第3条，作为同住一栋楼的好邻居，你需要尽可能对其他住户保持友善，当心在走廊里巡逻的保安，他们总喜欢多管闲事。那群老头老太太听到保安，面面相觑。一开始招手的老太太啪的一声将大门关闭。看来我这个好邻居提供的友好建议被驳回了。我们来到第1层，戴黑口罩的保安尽早我们到达。保安站在小卖部门口，正在和织毛衣的老奶奶窃窃私语。老奶奶递给帅气保安3瓶水，保安拿着水走过来，递给我们3人1人1瓶。李林拧开水瓶，仰起头灌了几口。兄弟，看见你就等于看见了希望啊！不用客气，你早说你们想出去找不到路，我早就带你们出去了。你可以和我们一起离开这栋楼吗？就算口罩不摘下来，这个保安的气质也能比得上明星，愿意带我们离开，还给我们水喝，绝对是个心地善良的 NPC。如果他可以离开副本，我绝对要摘下他的口罩，在现实世界和他发展一下超友谊关系。当然可以呀，我们走吧。我已经和小卖部的老板娘商量好了。4楼的电话修好了吗？修好了呀。保安已经走进小卖部，李林和文雪茶都准备跟着保安走。李林、文雪茶，我们去4楼打电话联系保安室，和另外一位保安再确定一下出口，怎么样？啊，可我们又不能直接上去，得从下面再走一遍。文雪茶内心是抗拒的。李林已经踏进小卖部。你们不要再回去了，我已经看见去外面的路了。你们快过来，让我们一起离开这里。我会走在最前面，如果有危险，你随时可以后退，别站在那里了。和你的朋友一起离开吧。啾啾进货啦！啾啾
李林已经踏进小卖部，如果小卖部也算作住户的家，那么李林接受老奶奶的邀请，可能已经触犯规则。真是的，厌蠢症要犯了。你的选择呢？是和我一起，还是从这里出去？我过来啊，过来啊！那我先不离开吧，我还是谨慎为上。好可惜啊，本来我们可以一起离开的。李林跟着保安进入小卖部的后门，消失在众人的视野里。走吧，天还没黑。这瓶水我不要了。货物售出，概不退换，请支付10冥币。果然如此，刚刚那个保安是从小卖部里拿的水，我根本就没有看见他付款的过程，没付钱，也没有帮老奶奶打扫门前的垃圾就喝了水。李林凶多吉少，那我再买袋尿不湿，1瓶牛奶。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个副本？我心里没底，只能多带些装备。一共120冥币。我给了老奶奶130冥币，连带着文雪茶手中的水一并付了。你们这里有其他小零食吗？有番薯干、薯片、辣条。不是这些，不是我们吃的，是他爱吃的。终于来一个识货的了。这个甜罐头小朋友最爱吃了，今天遇见你这个识货的，只要3000冥币。买下手掌罐头，吴昕舔了舔嘴唇，我抱着罐头假装没看见，走进安全通道。安全通道上方原本绿色的标灯光闪了闪，好像电力不足。看来这个副本是有时间限制的，当安全通道上的绿色灯光彻底熄灭的时候，就说明死神的镰刀已经割下，出去的路彻底消失。我打开平板电脑上的手电筒，用来照明，沿着安全通道往下，平板手电筒的光只能照亮一小段距离。文雪茶跟在后面，她的平板电脑显示电量不足，竟然自动关机了。啊，雨姐，我看不见你了。别慌，扶着扶手慢慢下。这里比第一次下来更冷了，不仅更加寒冷，我还听见第3个人均匀的呼吸声。我取出1万冥币，放在吴昕的手上，带我下楼，记住不要触犯规则。遵命，我的主人。吴昕在黑暗中将我打横抱起，我的意思其实是让吴昕牵引自己往前走，但他竟然把我抱起来。罢了，现在不是矫情的时候。文雪茶摸索着向下，黑暗中他感觉一只冰凉的手握住了他的手腕。雨姐，是你在拉我的手吗？是我呀。这个声音根本就不是苏青瑜。我听见呼吸声就在自己上方，那窸窸窣窣的声音大了起来，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头顶上爬。吴昕，帮我看看头上是什么东西。主人，没有光我也看不见。我感觉到有人在拽自己的头发。吴昕，我们身后有东西。我有一把鬼刀，可以将它砍杀。不用，遵守规则才是首要的，不要回头。我们离开这里，终于看见安全通道。吴昕抱着我往光明处走去，安全通道外就是7楼。这次我没有见到地下停车库，我从吴昕的怀里跳下来，对他表达感谢。吴昕脸上没有表情。文雪茶还没有从安全通道里出来，站在7楼的走廊上，我先辨别方位。这时702的门缝里往外不断涌出鲜血，敲开701的门。你怎么还没有离开？我来找你啊。不对，你的那2个朋友呢？刚才你来的时候，身后还有一男一女，怎么这会儿就你一个人了？我的朋友有点事情，没跟过来。那你快点走，不可以在这里逗留，这里很危险，他随时会发现你。不要一个人来到第7层，否则被他发现，你就逃不掉了。他是谁？我内心疑惑，但此刻时间紧迫，没办法多问。见女人又要关门，我把矿泉水瓶卡在门缝里。小姐姐，先别急着关门。你的儿子说你和他玩躲猫猫，让他藏起来数到1000，他已经从1数到了1000，就等着你去找他。他藏在很容易找到的地方，希望你可以接他回家。你怎么知道我和我的儿子玩躲猫猫？是你的儿子告诉我的，他在等你接他回家。我可怜的孩子呀，不得安息。姑娘，你快走吧，不要在这个楼层逗留太久。把这个红绳的一端系在我儿子的手腕上，剩下一端往楼上抛，告诉他妈妈会接他回家。此时太阳已经下山，文雪茶还没出现。7层一个人太危险，我决定今夜在6楼过夜。我在正确的安全通道消防门把手上挂了一根粉色皮筋，如果文雪茶看见这个皮筋会帮他指路。我进入安全通道往下，那个小男孩依旧蹲在楼梯的转角处。姐姐，你怎么只有一个人呀？和前2次不同，这个小男孩竟然没有在一开始问妈妈的事情。受到人数的影响，副本开始产生变化。看来自己处理完小男孩的事情，有必要捞一下文雪茶。小朋友，想吃零食吗？姐姐，这是给我的吗？是给你的。姐姐，你真好，你找到我的妈妈了吗？我真的好想她，我不想独自留在楼梯里，我想回家，我想和妈妈永远在一起。我拿出红绳子，把红绳子的一端系在男孩子的手腕上。找到了，你的妈妈说把红绳子系在手腕上，她就会接你回家。剩下一端，我往身后抛去。小男孩受到红绳的牵引站了起来。大姐姐，
谢谢你，妈妈终于愿意接我回家了。小男孩摊开我的手掌心，从嘴里吐出一颗小核桃，在我掌心。作为感谢，这是我送你的小礼物。男孩留下这颗核桃，跟着红绳子一步一步迈上向上的台阶。我将核桃塞进口袋，走下楼梯，来到第6层。6楼老奶奶的儿子扛着半只生羊回家，羊膻味充斥在空气中。姑娘，你怎么在门口站着呀？天黑了，要不要进来喝一碗热腾腾的羊骨汤？见我无动于衷，老奶奶戳了戳他的儿子，他儿子进屋端了一碗热腾腾的汤。小美女，喝口汤吧。吴昕接过那碗汤，请给我一个汤勺。老奶奶连忙拿出汤勺放进碗里，对着吴昕讨好的笑了笑，把自己儿子拉进屋。跟着主人混，3天饿9顿。吴昕，你在和我说话吗？吴昕喝完羊骨汤，可能是觉得不太够，径直走过去敲开604的门。来了，小姑娘你。再来一碗。老奶奶看见是吴昕，反手准备关门。吴昕推开老奶奶，进入她的家。吴昕，我记得双喜说过，这些诡异在其他副本里力量会被严重削弱，就这样闯进去，简直太冒险了。我可不想平白无故的损失一张贡品卡。还是白色等级的双喜听话，金色等级的吴昕就是个逆子。我试图用言语命令吴昕出来，但604的大门关闭后，我的命令无法传达。无奈的等到第2天天亮，604的大门嘎吱一声打开，吴昕擦着一嘴血沫子走出来。2只诡异同时在自己的领域，吴昕堂而皇之的闯入，毫发无损，只能说明一件事，那就是吴昕比老奶奶和他的儿子更强。吴昕，房间里面有什么？很多两脚羊。那你吃了几只啊？全部吃掉了。哈！我拿出1万冥币拍在吴昕的手中，从现在开始，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离开我身边1米远。遵命。放心，你那么强，我一定会物尽其用。这时，失踪2年半的文雪茶一个脚步没踩稳，从楼梯上摔下来。于姐，文雪茶的左手紧紧攥着粉红色的皮筋，幸好文雪茶留意到我留下的提示，顺利离开7层。于姐，太可怕了，整个7层走廊都是血。别慌，告诉我你遇见了什么事情。我们从1楼下楼的时候，底下一片漆黑。我记得我跟着你的，可是到后面我就听不见你的声音了。黑暗中有一只手拉着我，还有人学你说话，那个声音太热情太急切，根本就不是你。我摆脱那只手的时候被抓伤，急着往下走，又看见了地下停车室。我看见李林坐在车子里，告诉我他找到了车子的钥匙，让我和他一起走。李林一定是死掉了，不然我不会在那里看见他。我知道规则里说没有地下室，但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紧急关头，我捏了自己的伤口，疼痛让我清醒过来。我继续往下走了好久，才回到了第7层。那个时候天还没亮，我在第7层没有看见你，只看见了满地的鲜血。7楼的门全部打开，每个房间里都黑漆漆的。我察觉到不对劲，想要离开，又分不清哪一侧是东侧，哪一侧是西侧。直觉告诉我，那些房间里有什么东西要出来，我绝对不能在7楼停留。幸好我看见于姐你留下的粉色皮筋，顺利找到正确的安全通道，逃了下来。好奇怪，这次我没有在楼梯转角处看见之前那个小男孩。那个小男孩已经被我超度了。怎么超度？物理超度？想什么呢？我看起来有那么暴力吗？我完成了那个小男孩心中的执念，得到线索，施工队里可能有通关副本的方式。这个话半真半假，我隐藏下小男孩给我核桃的事情。于姐，你说李大哥是顺利离开副本，还是已经……上一个副本通关的方式有好几条，这个副本会不会也有好几种方式离开？存者且偷生，他已经离开，是死是活对我们而言已经没有意义。走吧，我们继续下楼。第5层，帅气保安又出现在走廊上，黑色口罩遮住他半张脸，制服里好像换了一件灰色的毛衣。他朝着我挥手，我假装看不见，拉着文雪茶的手，快速来到第4层，而那帅气的保安竟然跟在我们身后。第4层，一个女保安正在修电话，看见对讲机，我立即向那名女保安求救。保安大姐，后面有奇怪的人在跟着我，请你帮我把他赶走。保安大姐一把抓掉帅气保安脸上的口罩，口罩之下是一张衰老的脸，竟然是个老头。保安大姐，他是个骗子，竟然冒充你们，快打死他！把制服还给我，滚回到1楼去，不要在每个楼层乱窜。要是让我再看见你，我就打烂你的假牙。真是的，这些住户一点都不让人省心。制服口袋里的黑色塑料盒露出来，之前那个老头就是用这个塑料盒假装对讲机，装在口袋里迷惑我们。保安大姐，请问一下，这个电话修好了吗？修好了，你要打电话吗？暂时不用。大姐，请问一下，我们怎么从这栋楼离开？以前就是从1楼离开，但是前段时间楼栋正在整修，把1楼的出口封闭了。多久才能整修完毕？可能还需要大半个月吧。不对，
那些施工队是怎么进来的？还有那些进来拜访住户的客人，他们又是怎么进来的呢？这我就不知道了，估计是物业公司给他们安排的。物业公司本事大着呢，他们有事情完全不和我们商量。施工队伍样样，每次来这么多人，万一混进来坏人怎么办？物业公司简直是不负责任，不管这里住户的死活。施工队这么多人，不可能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他们肯定有离开这栋楼的办法。那你们的保安亭在哪里？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在这栋楼巡逻，晚上的话会在走廊休息，这个状态会一直持续到整修结束。1楼解封，虽然我们不是正式工，但是我很热爱我的工作，待在这里，如果住户遇到问题需要我们帮助，我们可以第一时间赶到。保安大姐姐，看你累得额头都出汗了，快喝一口水吧。谢谢。你们想要出去，可以多问一问住在这里的住户，他们可能知道一些暗道。1楼的小卖部后门是不是有通往外面的暗道？那里哪有什么暗道？你可别被1楼的老太太给骗了。那家小卖部特别没有素质，卖的东西很贵，还经常把垃圾堆在门口。他家小卖部是有个后门，不过那道门打开之后是仓库，用来堆货的。帅气保安穿着1楼老奶奶织的灰色毛衣，他就是小卖部老奶奶口中的老伴儿。小卖部属于老头和老太太的住所，老头戴上黑色口罩伪装成保安，把李林骗进小卖部。李林接受邀请进入，触犯规则，凶多吉少。由现在的线索可以判断出，逃离无限走廊副本的方式有2条。第一条，在施工队里找到爸爸，向爸爸寻求帮助，这条线索是小男孩透露的。第2条，再活大半个月，等小区整修完毕，1楼的通道恢复，从1楼离开，这条线索是保安大姐透露的。第3条，抓住混进楼层的罪犯，拨打报警电话，这条线索是从无限走廊第12条规则推断出来的。报警电话不可以随便拨打，必须确定看见的是罪犯才可以拨打电话，并且这个陌生面孔不能是登记拜访的客人，也不能是施工队的人。妈妈的纸条里也提到了报警电话，警察是关键。这个副本之所以是3星难度，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写在纸上的通关规则，第2个原因就是伴随着同伴的死亡，副本的危险指数会增加。如今这个副本已经变得非常危险，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出路，否则将和李林一样成为这个副本的牺牲品。不做停留，我转身进入安全通道，沿着漆黑的楼梯走下去。文雪茶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这次我没有在其他楼层停留，判断好方向后径直来到5楼。一个年轻的男人拖着残疾的右腿往安全通道走过来，见到我，他慌张地把手放在嘴前嘘了声。你们来这里做什么？这层楼有一个疯女人，不要让她看见你们，不然她会用你们的血去喂那个小怪物。你说的是那个穿着红裙子抱着婴儿的女人？我可是专门过来给她送牛奶的。你认得她吗？难道你们是一伙的？小伙子，别紧张，我和她不是一伙的。告诉我，你遭遇了什么？我是这家男主人的朋友，受到他的邀请，来他家里做客。等等，你是怎么走进这栋楼的？我是跟着物业公司的人进来的，当时走了一条很黑的路，我看不清周围的情况。你接着说。我来到5楼后，敲我朋友家的门，是我朋友开的门，可我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后脑勺就传来一股强烈的疼痛，然后我就失去了意识。当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被绑在了一个陌生的房间里，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女人怀抱着年老的婴儿，婴儿的身上都是血。那个女的拿着一把锋利的刀子，手上端着一个碗走过来。我知道我被朋友坑了，在劫难逃。那女的告诉我，她被封在这栋楼里出不去，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所以需要我的血来喂养她的孩子。死女人割伤我的大腿，取出新鲜的血液喂养她怀里的那个怪胎。我咬牙忍着，等结束后，女人放下碗，抱着孩子出去。趁着无人之际，我将碗摔碎，用陶瓷片割断绳子，然后逃了出来。妈的，要是跑得再慢一点，我的小命就要葬送在里面了。我听完男人的诉说，安慰了几句，告诉他这栋楼有巡逻的保安，如果想离开，可以向保安求救。瘸腿男人千谢万谢地离开了。于姐，你放他走做什么？还不如把他交给那个红裙子女人。红裙子女人如果有了猎物，就不会打我们的主意。刚刚那个男人在说谎，他说红裙子的女人告诉他，这栋楼里没有吃的没有喝的，而这栋楼的1层就是小卖部。对吼，可他对我们说谎做什么？因为他认出我们是失恋者，他的声音跟此前505室情侣吵架时我们听到的男生一样。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就是505室的男主人。他编造出这个真假参半的故事，无非是想告诉我们，穿着红裙子的女人是坏人，让我们离开这里，不想让我们接近真相，而我们不能如他的意。于姐说的对。来到第5层，红裙子的女人瘫坐在地上，你要的牛奶我帮你带来了。谢谢。襁褓上沾着新鲜的血液，一看就是刚刚进食过。
你想要知道什么？我想知道物业为什么不让这栋楼里的人离开。这栋楼里混进了一个危险的人，启明星物业那群该死的家伙不愿意报警解决，怕影响他们的名声。他们是以老小区改造为由，把出去的路封死，让我们在这栋楼里自生自灭。只是包不住火的，只包不住火，那就不用包。物业里的那群混蛋，只想一把火把这个鬼地方烧干净。火烧4楼的焦黑尸体会不会跟这有关？逃不掉的，我们都逃不掉。物业那群家伙根本就不管事儿，这么大的小区只安排2个临时工保安，说不定那些混蛋就是他们故意放进来的。这里的人都死光了，就不用老小区改造，直接推土机推掉重建。那些混蛋顺着水管爬到顶楼，7层楼的那个蠢女人没有在窗户外安装防盗网，听说他们从7楼闯入，害死了不少人。6楼的老太太贪生怕死，和她的儿子帮那坏人做饭。4楼的火是他放的？4楼什么时候着火了？你不知道，4层楼的走廊原本布满了焦尸。我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们，你们可以离开了。我要给我的孩子喂奶。等等，你确定1楼没有出去的路？你要是不想离开，就留下来照顾我的孩子。鲜血和牛奶一样滋补，一直养着，鲜血源源不断。你放开我，我走。楼层里的人都疯了，和第1个副本一样。于姐，你说的是对的，我们不可以留在这里，这个世界早晚会崩塌，逗留到最后只有死亡一条路。既然是物业公司放施工队进来的，那么施工队一定知道离开的路。我点头，我也准备从施工队入手。我们来到第4层，楼层浓烟滚滚，404室的房间里火光冲天。我拨通物业的电话。喂，什么事啊？这里是保安室，你们这些住户能不能确定好有事再打电话？4楼的一家住户着火了，这件事情我们管不了。对面把电话猛地挂掉。我们离开4楼，来到第3层，楼层里传来食物的芬芳。6楼的老太太拎着菜篮子，篮子里只有半个洋葱。老太太和我们打了个照面，然后坐电梯离开。见到电梯，我闭上眼睛默数，直到电梯消失。老太太是什么时候下来的？原本住在304室的富商不见了，门户大开。这不是那个把李林骗进小卖部的假保安吗？差一点点我就中了他的计策，死在了小卖部里，戴上口罩，装的还挺像人。我呸！这个男人就是1楼小卖部里织毛衣老太太的老爸，你看他身上穿的毛衣，就是那个老太太亲自织的，这么重口，怪不得他口罩下面遮住的半张脸是个老头。客厅里坐着轮椅的少女抬起头望着我，用嘴唇无声说出救命。而那个铁锅里慢慢浮起一颗肥硕的头颅，那不是猪头，那是富商的头。此时安全通道里，国字脸的保安正在从4楼走下来。每次都让我来，火又不是我放的，物业那群混蛋不管，把这口烂锅甩到我们临时工的头上，还不让我报警。我手上又没有枪，除了过来看两眼，什么都做不了。是保安，真是天助我也。保安大叔，麻烦过来一下，这里有住户需要你的帮助。国字脸大叔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去，顿时面露恐惧。小姑娘，这事儿我管不了，劝你也别管了，他不是这栋楼的住户，不在我管理的范围内。戴口罩的帅哥见到保安，有恃无恐，继续煮那锅汤。他明明就是这栋楼的住户，他就是1楼的老头。保安连连摇头，不愿意出手相助。难道我一开始的推理错误？此时坐在轮椅上的女孩挣扎着起身，一把拽掉帅哥脸上的口罩。失去口罩的帅哥露出半张老头脸，万般不情愿地走出客厅。保安大叔的态度瞬间转变，让你不要随便走动，你不听话，滚回到你的1楼去，不然我让你家里的那个老太婆永远不要在这栋楼里面开店。大叔，戴上口罩的男人是混进楼层的杀人犯吗？保安大叔竟然点头，是他把杀人犯和1楼小卖部的老爷爷融合。一般住户只会出现在自己的楼层里，但是戴上口罩的杀人犯每个楼层都可以去，出现在这一层则是为了给杀人犯送煮汤的材料。5楼穿着红裙子的女人说过，6楼的老太太贪生怕死，和她的儿子帮那坏人做饭。文雪茶，和我一起抓住这个老头，别让他跑了。无限走廊规则第12条和第13条，请记住你见过的每一位邻居，如果看见陌生的面孔，立刻呼叫保安。如果保安认出陌生人是混进楼层的罪犯，请拨打报警电话，报警电话是65星号21。这条规则里的号码有一个数字被污渍遮盖，而对应妈妈的纸条可以知道被遮盖的数字是3。不要报假警，在警察来到之前控制住罪犯。记住，你只有一次机会。戴上口罩的老头就是罪犯，可规则有提示，我只有1次报警的机会。我和文雪茶联手制服了老头，老头的皮肤按起来像是泡沫，根本不需要我们多用力，轻易就将老头压制。你们在干什么？这栋楼里不允许打架闹事，你们再不松开他，我就会把你们从走廊上扔下去。在保安的眼里，没有戴上口罩的老头属于这栋楼的住户，可以推断保安有保护住户的职责。
如果住户不听话，保安也有惩罚住户的职责。我不可以随便进入住户的房间。我对着房间里摔倒在地的女孩喊了声：“麻烦把她的口罩扔出来。”那女孩点了点头。我将口罩戴在老头的脸上，国字脸保安冲过来的动作瞬间顿住。地上压着个老头，在戴上口罩的时候，恢复成一个成年男子的力气。他原本如同泡沫的皮肤变得坚硬如铁，他挣扎着要起来，力量陡然增大。保安大叔，还不快来帮忙！保安大叔从怀里拿出绳索，把老头的双手捆住。保安大叔，快点报警吧！不可以，如果我帮你们报警，我就会被开除。咦，看来这个报警的动作必须是试炼者来做。我看着已经被制服的老头，心里隐隐觉得不安，总觉得还差点什么。有些事情本来不应该和你们这些住户说的，但是你们已经抓到了这个人，我就不得不说了。这栋楼1周前混进了杀人犯，在7楼里杀了几个人后，被住在701室的女人发现，她把这件事情告诉物业，请求物业的人过来帮助。遇见这种事情，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或许吧，因为事态紧急，人难免顾虑不全。7楼的女人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她只告诉了物业，没有选择报警。启明星物业得知这件事后，切断楼层通信，选择封锁楼层，让这里的住户自生自灭。妈妈的纸条里面提到物业，我们的物业公司只知道收钱，从来不干活，更不会管理楼层。启明星物业可以暂时归属于邪恶阵营，而启明星集团是他留在这个世界的触手。看来我需要调查这个公司，才能窥探这个怪谈世界的一角。启明星物业经常不干人事，答应住户修电梯，收了修缮费就不了了之。西侧的安全通道之前因为扶手问题摔死一个单身汉，那人翻滚了几圈头着地，物业直接把通道封住，尸体都没有抬出来。你不报警的话，我来报。把你的手机借我用一下。我们工作不配备手机，只配备对讲机，对讲机只能用于保安之间互相联系。整栋楼对外的电话线已经切断，4楼的固定电话也仅能打通保安室。既然规则里提到了报警，那么一定存在报警的渠道。我从背包里拿出平板电脑，工具栏中有一个紧急拨号按钮。我首先拨打了闺蜜庄小蝶的电话号码测试，电话那头显示不在服务区，这个功能估计只能用来报警。我来报警，于姐，你盯紧这个老头，别让他跑了。等等，机会只有一次，我觉得我们错过了什么东西。于姐，当断不断，反受其乱，不用担心，我先打个电话试一下，说不定是3人试炼，1人1次机会啊。文雪茶离开心切，他不顾我的阻拦，按了拨通按钮。你好，这边是警察局，有什么可以为你服务的吗？警察叔叔，我们抓到了一个杀人犯。文雪茶把这个老头所做过的全部事情讲给对面的警察听。你们确定抓到了完整的杀人犯？确定呀。听到完整2个字，我终于知道自己异样感的来源。面前的这个杀人犯不是完整的，他只有半张脸。好的，大约半个小时，我们会安排警察过来逮捕罪犯。你和你的朋友待在原地，不要离开。于姐，怎么了？为什么你的脸色这么难看？这个老头不是完整的杀人犯，他故意把杀人犯拆分成2半，一半和这个老头融合，另一半还在这栋楼里徘徊。无论是规则还是警察的话，都在提醒我们，是我们一直忽略了这个点。规则里说不要报假警，我算不算是触犯了规则？不算，我们抓到了一半，不算是报假警。但是规则里还说，机会只有一次，在半个小时之内找到杀人犯的另一半，我们就能赢。于姐，对不起，现在不是追责的时候，时间有限，我们必须想到杀人犯的另外一半在哪里。他太狡猾了，不报警也就没有警察的话提醒我。好在这是3星的副本，不是5星的副本。如果是5星副本，我们打通报警电话后，警察很快就会赶来，而3星副本至少还有半个小时来弥补。现在的关键点是，杀人犯消失的另一半到底在楼层的何处？无限走廊规则第12条前半部分，请记住你见过的每一位邻居，如果看见陌生的面孔，立刻呼叫保安。如果保安认出陌生人是混进楼层的罪犯，请拨打报警电话。我在脑海里回想所有见过的住户。大叔，你这2天在楼层里见过陌生的面孔吗？我见过唯一的陌生面孔就是这个人。保安大叔一直在巡逻，他说没有见到过其他陌生的面孔。奇怪，难道是我多心了？不行，不可以坐以待毙。文雪茶，你在这里等着，和保安大叔一起把这个人看紧了。我15分钟之内回来，如果我回不来，不用来找我，把这个人直接交给警察就行了。于姐，还不确定的事情，你这样做会不会太冒险？我相信自己的判断。保安大叔没有见过，而出现在这栋楼的陌生人，我已经想到了，是从1楼往下，那很深很长的楼梯，一片漆黑之中，撩我头发的人，也是文雪茶在下楼的过程中伪装成我说话牵他手的人。因为楼梯漆黑，我们没有看见那个东西的真实面容，而这栋楼一共只有7层，保安也只会在这7层巡逻，保安不会坐电梯，他们在安全通道行走时，
可以上楼，也可以下楼，所以保安不会在1楼的时候下楼。在保安的眼里，不存在1楼向下的楼梯。2楼的老头老太太排成排，站在走廊里唱那诡异的歌曲。我一鼓作气，从老头老太太中间穿过去，继续往下。1楼小卖部的老奶奶赤红着双眼看着我。小姑娘，别急着走，帮我打扫一下门口的卫生，那堆垃圾太碍事了，我一身老骨头干不动，你帮帮我，我给你一个好东西。无限走廊规则怪谈第9条，1楼有小卖部，你可以购买任何你需要的东西，就算没有钱也没关系，你可以帮小卖部的老板打扫干净门前的垃圾，无论你看见什么熟悉的东西，记住，那都属于垃圾。我正准备离开，突然看见垃圾堆里有只鞋子，脏兮兮的，和一堆湿垃圾混在一起，那是李林的皮鞋。面前的这堆垃圾不多，如果打扫的话，可以在5分钟之内完成。我答应下来，拿起扫帚打扫，燃卸的外套，破洞的皮鞋，一切都在彰显着李林的悲惨遭遇。你看见什么了？一堆垃圾，恶心死了，我没细看。我迅速把这些垃圾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你没看见你的熟人？我好心帮你打扫卫生，你怎么那么没有礼貌？熟人和垃圾有什么关系？你想暗示些什么？不要以为我听不出来，你在阴阳我。你说我的朋友都是垃圾。老太太把头缩了回去，慢悠悠的从身后拿出手电筒递给我。小姑娘，不要生气，奶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个手电筒拿去玩吧，它会帮到你的。嘿嘿，小姑娘，你有看见我家老头子吗？这事儿你得问保安。我丢下这句话后，就走进安全通道。我打开手电筒，明亮的光线把漆黑的楼梯照得一清二楚。抬头往上看，不是天花板，而是台阶，空间受到了扭曲。那里有东西。那怪物的身体虽然被定住，但脖子还能延伸。我直接抓住了他的长脖子，把他踩在脚底下。好好说话，不然把你的舌头拔下来。放了我，你放了我，我就带你出去。无论这个怪物说什么，我一律不听。把他的脖子打成一个麻花，拽着继续下楼。走了一段路程后，我终于来到了一扇门前。嘿嘿嘿，你来不及了。门上贴着一个标签，写着监控室。门是开着的，里面没有人。我走了进去，桌上摆放着电脑，里面是每个楼层的监控画面。画面中，一群施工队的人从楼梯走了上去。施工队在7楼，我需要找到施工队。当我走到楼梯口时，却发现楼梯一直向下，看不见尽头。你走不出去的。闭嘴！越是时间紧急，就越是离不开这里。我索性将手电筒关闭。无心，带我离开这里。遵命，我的主人。终于，在无心的帮助下，我看见安全通道消防门。此时7楼的鲜血已经流满了整个楼层。无心的长靴踩在血水之中，那怪物触碰到鲜血，整个人变得滑腻腻的，宛如泥鳅一般，想往血水里钻。我从无心的后背上下来，一拳砸在那个怪物的半个脑袋上。安静点，否则我将你从走廊上扔下去。我如果离不开这里，你也别想好过。施工队大约7、8个人，他们带着各种工具，在走廊上面敲敲打打，戴着相同的黄色工帽，穿着相同的制服，脸也全部都是黑色，无法辨别。爸爸，那群人全都围了上来。好孩子，找爸爸有什么事情？我可没那么多好爸爸，给我看着他。还剩下5分钟的时间，我观察施工队里的人。首先有2个人身材瘦弱，胸口凸起，他们是女人，先排除。其次，爸爸为了还债，失去了1只手臂。在场施工的人一共有2个男人没有手臂，一个没有左手，一个没有右手。爸爸失去的是哪个手臂呢？是左手手臂。我果断走到失去左臂的工人面前。爸爸。那个工人听见爸爸2个字后，痛苦地捂着脸，他的脸突然冒起无数的巨大疙瘩，然后五官从脸上长了出来。玉儿，你是不是迷路了啊？不用担心，有爸爸在这里，我们已经到家了。爸爸，我不回家，我要离开这里，你可以告诉我出去的路吗？爸爸可以带你离开这里，但是只可以带1个人。好的，爸爸可以等我一下吗？我要送一个东西给我朋友。爸爸陪你一起去。我顺着安全通道径直来到3楼，3楼响起一阵警笛声。我走出安全通道。于姐，你终于回来了。刚刚警察问坏人是不是都在这里？还有那个，这是什么东西？这就是另一半杀人犯。我们需要一个证人跟我们回警察局做笔录，你们谁和我们一起离开？只可以1个人吗？为什么不可以2个人？工作规定，只可以带1个证人回去，你们可以自己做决定，我不会等太久。虽然你做了自己无数次，也是我新认识的朋友，但如果一切没有转换的余地，那么离开的人也只能是我自己。于姐，只需要1个人做笔录，怎么办啊？明知故问，能独自在漆黑的安全通道里摆脱怪物的牵引，又找到自己。文雪茶根本就不是天真的傻白甜。没关系，你去吧。
原本以为会是一场恶战，没想到苏青雨竟然主动放弃，已经到最后一步了。你为什么让给我？因为我把你当做我的朋友，如果只有一个人能够离开，那么我希望那个是你。我胡乱写了一个号码，递给文雪茶。出去后，帮我打电话给这个人，告诉他我去陪他了。你确定？圣母看着不像啊。雨姐，谢谢你。不管怎么样，等我出去之后，一定会帮你打电话的。希望我还可以在外面见到你。你走吧。文雪茶毫不犹豫地跟着警察离开。和警察离开确实是离开这个副本的一个方法，但是也意味着进入另一个新的副本。警察强调，他们需要一个证人，而证人就是文雪茶在新的副本里所需要扮演的角色。和父亲离开才是真正逃离副本的方式。文雪茶离开的心太急切，她虽然看见我的身后跟着一个男人，但是没有深究，而从她的反应也可以看出，在第一个副本里，她的爸爸角色和我的不同。爸爸，请带我离开这里。爸爸点了点头，在前面带路。他带着我来到1楼，然后从怀里拿出一把钥匙，大门打开，就是外面的世界。爸爸停在门的里面，给我挥了挥手。我站在门外，在外围的墙壁上张贴着一张报纸：邪教一事猖獗，多名少女失踪，竟是被某富商献祭五通神。启明星宾馆项目暴雷，多名投资者血本无归，谁该为普通人的血汗钱负责？一连环杀人犯逃窜至本市，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老年合唱团成立10周年，10周年庆典活动将在本周开展。天干物燥，注意防火。车水马龙的街道，电线杆上贴满了寻人启事，路边的广告里不停插播某某人失踪的消息。诡异复苏，表世界和里世界交叉。我往口袋里摸，原本消失的手机现在出现了。我用手机拨通好闺蜜庄小蝶的电话。喂，新宇，是你吗？是我。太好了，这几天我一直打你的电话，而你的电话不在服务区，我都担心死了。我告诉你，前段时间我遇到了一件特别诡异的事情。我在家里好好的，突然场景就变了，爸爸妈妈变成为其他人，还多出了一个弟弟。我知道，我也遇见了。啊，那你可算逃出来了，真幸运。我最后考试考了100分，那个诡异的爸爸让我离开家，我踏出家门，奇奇怪怪的场景全部消失。你之前不是让我给自己烧点东西吗？我烧的就是教科书，那些教科书上就有考试的题目和答案。出来后，我发现外面的世界乱套了，电视里每天都在播放失踪案件，我的妈妈也不知道去了哪里。青雨，我好害怕。青雨，你一直一个人住，如果害怕的话，可以来我家，我会陪着你。没关系的，我有去处，你自己注意安全。如果再遇到像前几天一样奇怪的事情，记得留心规则。我会的。我忘记把这件事情告诉青雨了。